你们怎么了？老爷，这里到处都有好强的剑气，这里简直就是一座人间雷池，专门用来镇压我们这些蛇交的。你们在铺子门口的竹椅上歇息一下吧，应该会有所缓解。哎，陈平安，你赶紧跟我去搬东西吧。你们就照着阮姑娘说的做。两个小家伙如蒙大赦，赶紧离开了水井镇，跑到铺子门口。陈灵君一屁股坐在竹椅上，翘起二郎腿，虽然脸色苍白，但还是故作轻松。婵妞儿，看你那怂样，真是胆小鬼，没出息。哼，你又好到哪里去了？我这叫示敌以弱，你懂个屁！就在这时，一个中等身材、眼神木讷的中年汉子朝远处走来，他正是最近常常窝在铺子里打铁的阮琼。你们是谁啊？叔叔好，我是老爷陈平安家的婢女。啊，陈平安回来了，他人呢？和阮姐姐去屋子里搬东西了。哎，这个丫头真是……喂，我可警告你，秀秀姑娘是我家老爷的老相好，你要是敢动歪心思，我就一拳打死。算了，老爷叮嘱我要与人为善，那我就一拳打得你半死好了。你刚说什么？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难道你针对我家老爷的未过门夫人有念想不成？他娘的，你多大岁数了？真是气死我了！大爷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真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来来来，咱们过过招，我准许你以大欺小。陈灵君，你在那比划什么呢？老爷，这人要见过阮师傅。爹。爹，我个亲娘啊，这人不会是阮大圣人吧？圣人老爷在上，收小的3颗9瓣。我靠，阮求你一个堂堂11境的风雪庙大佬，作战离珠洞天的边家圣人，我在额头刻上名字就算了，咋还长得这么普普通通啊？苍天保佑！不，还是老爷保佑吧。你一定要念在主仆的情分上，为我仗义直言啊！哼，起来吧。谢阮大圣人。爹，我要陪着陈平安去趟小镇。早点回来打铁啊！啊，现在就要打铁了呀？爹，你这开炉铸剑的时间不对啊。我说了算，你别多问。哦，那我们走啦。阮姑娘，我离开小镇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处理这些琐事，真是谢谢你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呀？到了外边，我才知道一些事情，比如人和人打交道都是有往有来的。但是阮姑娘，你却是不求回报，所以真不是我客气。你是在夸我吗？当然。还好，你没有变。阮姑娘，这话从何说起啊？这你就别管了。阮琼远远瞧着自己的闺女陈平安离去，心中半是恼怒，半是感慨。哎呀，我家秀秀自幼天赋异禀，乃是真正的修行天才，以至于我不得不从风雪庙中脱离，跑到这个离珠洞天来遭罪，就是为了借助这方天地术法绝尽的便利，来隐藏秀秀的出类拔萃，或者拖延她被世人发现的时间。秀秀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她是火神之体，还在于她可以直接看到人心黑白、因果善恶，甚至气数深浅。在她的眼里，天地之间色彩斑斓，一旦她迈过正道之路上的坎坷，那么她未来的成就与大道根本不可估量。当初在青牛背石崖边初见陈平安之后，秀秀就跟我说过，他当时之所以没有避开，就是因为看到了陈平安的干净。整个离珠洞天里，唯有陈平安一人纤尘不染，就像是一面崭新的镜子。所以陈平安这趟出门远游之后，秀秀一直在担心陈平安的心湖会变得浑浊，会沾染上那些不好的习气。不过听刚才秀秀的话，陈平安确实变了一些，但还是很好的。哎，等等，那秀秀会不会因此更喜欢陈平安了呀？不行，我绝不同意。阮姑娘，
哎，你可别再说谢谢了。那我就不说了，还是直接送你东西，来的比较实在。啊，你要送我什么呀？我本来想在城外面买点新鲜的吃食送给阮姑娘，但一是怕被压坏了，二是怕时间放太久肯定不好吃了，所以就没买。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用这块小竹简刻了字，你别嫌弃啊。刻字？你会写字啦？我看看，山水有相逢，好厉害呀！陈偏，你这个字比我写的还端正。哎，那个我很喜欢。这倒行，阮圣人的独女就被这么一块破竹简，一行破字，给撂到风气大动啊！大爷，我之前的几百年江湖是不是白混了？陈平安打开了从阮家铁铺拿来的包裹，露出里头一大堆的蛇胆石，零零散散，大概有80-90颗的样子。这其中还有一只稍小些的布袋，打开后是10余颗色泽灿烂的上等蛇胆石。陈如初瞧的是如遭雷击，满心欢喜，陈灵君则两眼放光，狂咽口水。如初、灵君，你们一路跟着我也辛苦了，之前答应给你们的蛇胆石我都记着呢。啊，一人2颗上等蛇胆石，4颗普通蛇胆石，都拿去吧。多谢老爷，发了，大爷，我如今9进10进都有希望啦。老爷，我这一路上没帮你做太多事情呀，为什么要给我2颗上等蛇胆石啊？我可是你的老爷，送你东西还需要理由，赶紧收好。谢谢老爷。陈平安被2个小家伙的情绪感染，也很是开心。他将自己背篓里的东西拿出来收拾好，其中一个小陶罐中装着的东西让阮秀很是好奇。哎，陈平安，你怎么还特地抓了条鱼回来啊？这种鱼啊叫做过山鲫，能出水半月而不死，每万条过山鲫里就会有一条金色的老祖宗，不仅好看，还能够追寻灵气流散的情况，所以很多宗门之类的都喜欢养一条这样的金色过山鲫。这些都是崔东山告诉我的，就是吴渊的那个小书童。阮姑娘你也见过他，至于他为什么和我一块远游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我以后慢慢跟你解释。好呀，你抓这条金色过山鲫的时候肯定费了不少功夫吧？也没怎么样，是我运气比较好，返程路上经过一片山岭，又恰好看到一大群过山鲫搬家，我等了1个多时辰，终于逮住了这条金色的。原本我是想把鱼送给小宝平的，他最喜欢这些好看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但若是托人送去山崖书院，我怕中途有人见财起意直接拿走，鱼丢了不打紧，让宝平空欢喜一场就不好了，所以我就把鱼一路带了回来，想直接送去李家给宝平的大哥李希胜养着。那我们先去铺子里看看，然后你就去福禄街的李家大宅吧。好。老爷，我来拿罐子，怎么能劳烦你呢？那你可要小心一点啊。陈平安买的2间铺子都在祁龙巷中，在阮秀的带领下，陈平安匆匆地和铺子伙计见了面，聊了几句。他对于入账多少、盈利多少一概不懂，看着阮秀这等熟悉的样子，反倒是有些惭愧了起来。阮姑娘对我这2间铺子真是太上心了，我先前送她的那件礼物实在是太马虎了。陈平安，你待会儿是不是就要去福禄街了？哎，我之前忘记告诉你了，现在福禄街和桃叶巷真是大变样了，来了很多外乡人，你可得小心一点，不然我带你去吧。没关系的，阮姑娘，我自己去吧。灵君、如初，你们俩就留在铺子里等我回来。也行，那我先回铁匠铺啦。2人就此分别，陈平安独自一人捧着陶罐，再一次踩在福禄街的青石板路。只见一座座高门豪宅如绵延山脉，颇具威严。陈平安走到李家门口时，就看到有个浑身散发着书卷气的青衫男子正站在门边，笑望着自己。此人正是李宝平的大哥，李家的嫡长孙李希胜。不知为何，这个李希胜
竟是令陈平安回想起了第一次在学塾门口见到齐敬春的时候。那时齐敬春也是这般的风姿卓绝，恍如神人。你好，陈平安。我叫做李希胜，是宝平的大哥。宝平在山崖书院寄出的最新一封家书，我已经收到了。这一路上都是你在保护宝平，我这个做大哥的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回报。听说你一直在读书，以后不妨经常来我家，我还算有些藏书，你可以随意借去阅读。宝平在山崖书院还好吗？一切都好。那我就放心了。哦对，这个陶罐里装着一条过山记，是我在回来的路上找到的，想要送给宝平。先贤笔札中曾有记载，金色的过山记万中无一，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亲眼目睹的机会。这条鱼我一定会小心饲养的，等到宝平回家看到，他一定会很高兴。那我先回去了。怎么不来家里坐坐？我今天先带你走一遍，日后你可以自己登门看书，稍后我会告知门房。下次吧。那好歹等我放下了过山记，将陶罐还给你吧。好，我在这等你。我去就回。原本我觉得李大哥跟宝平的气质相差蛮大的，可看他这副抱着陶罐一路小跑的样子，跟宝平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过多久，李希胜就抱着空陶罐跑了回来，腋下还夹着好几本书。陈平安接过陶罐和书籍，郑重地看向李希胜。多谢李大哥，我看完就来还书。你不用着急，慢慢看就是了。这些书可比宝平要乖，不会自己跑来跑去。好。陈平安，你不要觉得我邀请你读书是客套话，我是真希望你能多来。宝平虽然聪明，但终究年纪小，孩子醒醒，让他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看书，那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感觉家里就我一个人在看书。仔细想一想，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一定会来看书的。先走了。慢走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是美好的一天呢。哎呦，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话要嘱咐陈平安的，怎么就忘记了？算了，他都已经走远了，不如我去他家找他吧。我记得宝平说过，他家好像是住在泥坪巷。陈平安先是回了一趟祁龙巷的铺子，将陶罐以及书籍交给了陈灵君和陈如初，让他们先回泥坪巷的祖宅。而后他一个人来到了杨家药铺，满怀期待地进入后院，就看到杨老头仍然坐在小板凳上。回来了。杨爷爷，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送我们去野夫关的阴神真的是顾灿的爹吗？不错。那既然顾叔叔都能成为阴神，我的爹娘的魂魄有没有可能还留在小镇？没有，留下人类的魂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这小镇的都是生意人，留下顾灿的爹自然是因为以后会有好处，但你的爹娘并不值得被留下。我明白了，谢谢。陈平安有些失望地低下头，他伸手抹了一下脸，默默地走出了杨家药铺。回到泥坪巷的祖宅后，陈平安就一直坐在门槛上神游万里。院子里，陈如初拿着一把扫帚，正在打扫院子。陈灵君则趴在水缸边，对着水面张大嘴巴，一条水柱便立刻逆流而上，钻入他的嘴巴里，如同龙脊水一般。这水是从那口锁龙井里面打出来的吧？怪甜的。你小声一点，不要打扰老爷想事情。对了，我如今还带着这两个小家伙，祖宅里那么破烂，长期住3个人应该是不行，不然让他们2个住到刘宪阳家里去吧。如初，你过来。哎，老爷有什么吩咐？
我在小镇里有个朋友叫做刘宪阳，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修行，把宅子留给我了。要不你和陈灵君搬去他那边住吧，这栋老宅子挤3个人确实不方便。好，老爷跟我们一起去吗？我在这儿住的挺习惯的，就不去了。老爷，我突然想起件事，你不是用一颗普通的蛇胆石跟我换了一大堆是一堆珍奇瓶子吗？既然你跟阮姑娘的关系那么近，为啥不把那些瓶子送给她当礼物呀？要知道，这世界的女子都喜欢花里胡哨的玩意儿，我那些瓶子可比一块破竹简好太多了。你没看出来阮师傅不喜欢我吗？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哎，一定那人眼瞎，看不出老爷你前程似锦。哎呦，不对，阮秋是这方天地的主人，我刚才那些闲话会不会已经被他听去了呀？哎呦，童言无忌，圣人老爷打瞌睡，刚刚啥也没听到，听到了也莫也怪罪呀。你在这叨叨什么呢？我是在想，这瓶子送的是阮姑娘，跟阮圣人喜不喜欢老爷也没啥关系啊。我要送瓶子的话，肯定一股脑都送回去了。到时候阮姑娘揣着那么一大堆瓶瓶罐罐回家，多半会被阮师傅发现。阮师傅要是误以为我对阮姑娘居心不良，就会更讨厌我。而万一阮姑娘和她爹有了争执，也不太好。老爷，你想的真周到。啥叫误以为居心不良？你对那阮修不是明摆着居心叵测吗？瞎扯什么？老爷，你可别删人灭口啊！我保证守口如瓶，比我那些瓶子还瓶，比李宝瓶还瓶。我家宝瓶怎么了？只听一个温润的声音从门口传来，陈灵君吓了一跳，转头望去，恍然间以为泥瓶向内朝阳初升，光芒万丈。待他揉揉眼睛再去看时，那里却只站了一个平平无奇的青山读书人，正是李习胜。李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这趟专门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之前借你的那批书里，我在空白处标注了许多注解和疑问，这些文字你暂时不用管，能不看就别看，若是看过就算了，但千万别因为我的想法害你曲解了一本书原有的宗旨和本意。我记下了。那我便放心了。还有你这个小书童，开玩笑没关系，但切记言多必失。世间一个个的文字都是有力量的，字眼组合成词，词又串联成句，语句契合文章，而大道就在其中。这家伙如此好为人师，怎么不去儒家的书院当圣人啊？佛家有次第之说，道家有长生桥一阶阶，登天梯一步步的讲法，我们儒家则有循序渐进的规矩，所以我得先参加科举，至于以后能否成为儒家圣人，太过遥远，不敢奢望。苍天哪，我不想听这人讲道理了，你们谁来救救我呀？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吧。为何我们读书之时，突然间就会不认识某些字了？哪怕它们一动不动地待在书页上，可我们还是会觉得很陌生。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文字被圣人们偷偷借走了呀。先生若是不知道正确答案，就不要胡乱解惑。天底下哪里会有这种不可理喻的事情？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李大哥，你别生气，他一般情况下不这样的，就是在书籍学问之上会有一些固执，这样才好啊。对了，你们这是要出门吗？我要带着他们搬去我朋友家里住。那我与你们一块儿走吧。好。陈平安带着2个小家伙和李习胜一同出了院门。他刚关上门，突然发现泥瓶巷的正中间站着一个双手负厚的年轻剑客，这人的腰间挂着一长一短2柄佩剑，嘴角微微翘起，像只狐狸似的看着陈平安，令他的心中莫名不安。我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人，但能感觉得到他很危险。
敢问阁下是谁？在下曹俊，祖上也是从这龙泉郡走出去的。今日算是衣锦还乡，四处逛逛，恰巧遇见了几位邻居，就过来拉拉关系。你们何必这么紧张呢？难道你家以前也住在泥坪巷里？不错，那我家祖宅就在那边呢，和你家隔得不远。陈平安，这人来者不善，你们等会儿站在我身后看着就是。可是你这读书人有些意思，我来找我的邻居说说话，你挡在前面做什么？找死啊！道理可以好好讲，剑不要随便出鞘。可在下的道理就在剑鞘里啊。是这样吗？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不顺眼，听到你这一通胡说八道，心里更加不舒服了。要不干脆我将你们一起教训一顿算了。放心，我曹俊出剑很少杀人，你们不会有性命之忧。你家的先祖可是剑仙曹溪，何必这样刨根问底呢？本来以我曹俊的身份修为，就算是看那陈平安不顺眼，还能欺负他不成？最多不过是打烂他那点武道底子，结果你非要当出头鸟，把我给拦下来了。若是你本事够大或者够小，都还好说，就怕你的本事不上不下，只输了我一筹，到时候那小子被我迁怒，不就是你害了他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位兄台，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我这人呢，自幼天赋异禀，能够感知到某些奇怪的存在。比如我知道你的袖子里现在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剑坯。原来他是冲着小丰都来的。你放心，剑坯我会出价的，而且价格绝对不低。至于你们会不会觉得是强买强卖，那就不关我的事了。陈平安，你卖吗？不卖。那便只能动手了。不过在那之前，我能否问一句，你如今是什么境界？哪有在打架之前问这个的呀？不过你这么有趣，我还真不介意回答你。我乃剑修，如今已跻身8境，快步入9境了。知道了。随着曹俊的气势攀升，陈平安袖中的那块剑胚逐渐滚烫了起来，似乎马上就要脱手而出，任眼前这个修为更高的曹俊为主。陈平安见状，赶紧把左手背在身后，拧转手腕，死死地握住了他。泥坪巷中，战斗一触即发之际，小镇南边的龙须河畔，阮琼沉默地蹲下身子，伸手入水，掂量着河水中所蕴含的阴气重量。这些天他常来此查看重量，如果足够，便可以依照约定开炉为宁瑶铸剑了。阮琼的背后跟着一名长眉少年，是他今年新收的3个记名弟子之一，名叫谢灵，乃是居住在桃叶巷的谢家子孙。忽然河水上逐渐呈现出泥坪巷内曹俊与李希胜等人对峙的场景。阮琼冷冷地瞥了一眼，便站起身来。水的阴气不够，看来还得多等些时日。师傅，这名剑客是何人啊？他是一名叫曹俊的曹家后辈。哼，仗着自己有个好祖宗，就敢在我的地界里动手夺宝，不知死活。曹家？他的祖辈中出过一个剑仙，叫曹溪，跟你的老祖宗谢石算得上是咱们宝平州屈指可数的人物。那师傅，你要不要去阻拦那个曹俊？阻拦个屁！等他打伤了人，我就打死他，这才合规矩。不过师傅，他为什么要抢陈平安的剑胚啊？我也不知道。陈平安的那块剑胚，我之前未曾看出玄机。不过曹俊既然如此重视，说明他眼光独到。说不定这块剑胚炼化以后会变得十分惊世骇俗。这个曹俊还算有点眼力，在我的地界上还知道出价买卖，若是在外面，恐怕会直接杀人喽。师傅，这种恶人竟然也能成为如此厉害的炼器师吗？你又没读过书，谈什么善恶呀？记住，修行不讲这一套。我有事要出去的，你先回剑炉吧。是。
阮琼的身形一闪而逝，瞬间便来到了披云山之巅，将聚集在山顶的鸟兽统统驱散。原本正坐在云雾上打瞌睡的魏博被动静惊醒，看清来人后飘然落地。哎呦，稀客，阮师你怎么来了？我来是提醒你，剑仙曹溪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杀到这儿，到时候你可以袖手旁观，但别煽风点火。有人用曹溪来做你和大理的文章？是大隋高士、光火书院、南建国，还是另有高人？其余的都好，无非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就怕是针对我的闺女啊！行了，话已经带到，我先走了。哎呀，烦死了！算计来算计去就没个消停。哎，我还是去那落魄山的竹楼里好好的睡一觉吧。此时的泥瓶巷之中，气氛依然剑拔弩张。陈平安有些担心地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李希胜。李大哥，不用担心，我能够应付。就算我不是他的对手，小镇有小镇的规矩，不会由着他乱来。你是说大理朝廷还是兵家阮琼？如果是前者，我劝你们死了这条心。大理宋氏如果真有骨气，就不会当缩头乌龟了。如果是阮琼，容我先卖个关子，你们大可以拭目以待。那就只能动手了。真要打呀？唉，我本来以为用钱就能搞定的。既然你说你的道理全在剑鞘里，那我可以听听看。听闻离珠洞天之前术法尽绝，如今距离洞天破碎下坠的时候刚刚过去1年，你就已经跻身炼气士6境了，很不错，只是可惜了。请。井底之蛙不知天高，既然咱们不分生死，那我就把境界压一压，只使出7境剑修的本事，省得你的生平第一战输得太不甘心。等你以后出了井口，就会发现我这样的人物当得起厚道2字。话音方落，曹俊的气势骤变，脚尖一点，就向着李希胜冲了过来。他伸手在腰间的长剑上轻轻一抹，一道绚烂的剑光爆炸开来，瞬间弥漫了整条泥瓶巷。在这片气势汹汹的剑气流水中，曹俊隐匿身形，忽然一挥手，射出了另一把雪白短剑，直刺李希胜的心口。那短剑宛如一条小巧白羽般游走在空中，竟然是把拥有灵性的飞剑。李希胜双指并拢，默默施法，只见他左手的衣袖飞快地鼓胀了起来，如同一张大网，将那在空中乱窜的飞剑牢牢兜住。如鱼落网的飞剑并不老实，丝帛断裂之声不断从袖中传出，砰砰作响，连绵不绝。李希胜脸色微白，双手飞快掐诀，心中默念镇字诀。下一刻，原本紧绷的袖口顿时安静了下来。有点意思。道家的法诀号称千千万，我见识过的就不下100种，还真没见过你这么简单又好用的。姓李的，你这6境修为也太厚实了些吧？多谢夸赞。从来只有7境剑修欺负6境炼气士，哪里有你这种6境炼气士硬扛7境剑修的道理？传出去，我曹俊岂不是要被全天下的剑修笑话呀？可能是你的道理还不够高。是吗？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第8境的剑修。只听砰的一声，李希胜的左袖突然炸裂开来，那柄白鱼飞剑脱离束缚，向着主人曹俊倒掠而去。只是掠至中途，飞剑瞬间凭空消失。李希胜心中一寒，猛地偏过头去，下一瞬间，飞剑擦得他的面颊急掠而过，直接定入了他身后的墙壁之中。原来这就是8境剑仙，我真厉害！无论对手有多少法宝，多么的神通广大，他都可以一击致命，一剑破万法。
你这样的修道天才，肯定是被家族寄予了厚望的，就没有几件防身的宝贝吗？我劝你啊，还是早点拿出来吧，不然我打得高兴了，怕是收不住手，到时候你就真的要死不瞑目了。陈平，麻烦再后退一些吧。好，李大哥，小心啊！大敌当前，你们还有闲情逸致说废话，我很生气啊！就在曹俊故作委屈的谈笑之时，那柄飞剑已经悄无声息地脱离墙壁，杀到了李希胜的后背心。就在此时，一声空灵悦耳的碰撞声响彻泥坪下，不知道从哪里飞出来的一片翠绿竹叶，硬生生地挡住了飞剑的攻势。紧接着，更多种类的翠绿树叶从李希胜那只完好的袖中飞了出来，它们围绕在读书人的身边，形成了一处小小的阵法，将飞剑困入其中。任凭他如何穿梭破阵，均是无功而返。一个小小的6阶炼气师，不但能抵御飞剑，还能同时操纵这么多树叶，这个李希胜绝不简单。你到底是什么人？家里卖树叶的？真的有人买吗？咱们再这么打下去，能够打到明年。如果可以的话，除了这把短剑，你的那柄长剑，甚至是本命飞剑，都一齐上吧。好歹先分出个胜负，因为我的朋友还着急赶路呢。你也不吹牛会死吗？那就只能打到底了。对手若一剑可破万法，那么我就暂出第10001法吧。李希胜叹了口气，抖了抖剩下的那只袖子，从里面调出一大堆匪夷所思的玩意儿，有所剩不多的春叶，有指甲盖大小的夏雷，有长不过手指的秋风，还有鹅毛大小的冬雪。这堆东西如同沙场上的士族军队，将主帅李希胜团团护住，继续对付飞剑。曹俊瞧了半晌，终于发现了一丝端倪。以他6阶炼气师的修为，本来不可能一口气驾驭这么多物件，但他已经大致算出了飞剑的轨迹和突破口，因此真正灌注灵气的区域并不大。李希胜，有本事别当缩头乌龟。你有本事当缩头乌龟吗？算了，说不过你。白羽，过来吧。其实你这把短剑的道理还没有讲透。你这人讲话真是不中听。不过我现在承认，你有这个资格，可以听我这把长剑默吃的道理。但我有个建议，你考虑一下吧。咱们来一场生死之战，所有后果自负，如何？敢不敢跟我赌一把？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根本就不擅长攻伐之道，所以从头到尾你都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这就把自己的底细说出来了。你是坦诚还是缺心眼儿啊？哟，还在打呢？你是真不把这儿的规矩放在眼里呀？突然出现的声音让倪萍相对峙的二人都是一惊。曹俊抬头望去，见巷子旁边的高墙之上，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通体鲜红的小狐狸。曹俊，曹溪老祖宗让我告诉你，要你适可而止。若是给阮琼打死了，他就随便在这儿找个地儿帮你葬了，好歹呀，算是落叶归根。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姓李的，咱们别再做这义气之争了。反正现在也是我打不死你，你也打不死我，多没劲。那就请阁下让路。让，肯定让。唉，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既然老祖宗都发话了，陈平安，我就放过你这一次，咱们后会有期吧。话音方落，曹俊便带着那只火红狐狸一起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李希胜伸手将那对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收回了袖子里，转头微笑着看向陈平安。李大哥，没事吧？头一回打架就遇上了剑修，我心里其实挺慌的，但结果还不错。那就好。哎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个小镇带不得呀！就算是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要被人打死啊！老爷，你行行好，放我去落魄山修行吧！我发誓，从今天起，
一定勤勉修行，日夜不歇。我虽然不曾走出过小镇，但可以确定，像曹俊这样修为高、脾气古怪的人物屈指可数，所以你不用太紧张。我不听。老爷，你分分圣心吧，求你了！大不了我还你一颗普通蛇胆石，行不行？老爷，你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人从来胆子小，走个夜路都会两腿打颤。结果在这大小镇多久？咱们不过是出个门，进去就嗖的乱窜，我是真的害怕呀！唉，都这个时候了，我哪怕不认识，也得装着认识啊！老爷，我认识路。那你们两个都去落魄山，暂时住在那栋竹楼里吧。不过你们必须给我保证，不准惹事。我这边忙完事情就会去看你们，争取年前就跑一趟落魄山。老爷，英明神武。老爷，我把他送到落魄山了，还是回来吧。你就待在山上吧，竹楼适合修行，你也别害怕。这家伙如果偷偷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来收拾他。老爷傻妞，你们俩就不能念我一点好呀？我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吗？黄庭国朝野圣下，谁不知道我这人言出必行，说斩草除根绝不漏掉一个，说干他祖宗绝不杀他孙子。这么厉害啊！老爷，我给你吹牛壮胆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那行，东西拿来吧。啥？你之前答应老爷，只要让你回落魄山，就交出一颗普通蛇胆石。老爷，你家大业大，别这样。我家大业大，和你给我东西没关系，拿来。好吧。如初，这块石头我就放在你这里。到了落魄山之后，只要他不欺负你，你就可以将这石头作为奖励送给他。谢谢老爷。咱们赶紧去落魄山吧，此地不宜久留。李大哥，我现在不用去朋友家了，就送你到巷子门口吧。今天真是多谢你了。没事，正好有些话我也想跟你说说，你听过就行，不必往心里去。好，我听着，你说吧。相传古圣人在发明文字的时候，天地间的鬼神都为之害怕哭泣，这当然是一桩莫大的功德，但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文字在有些时候恰恰会成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无形障碍，所以你以后读书不要时时刻刻都去咬文嚼字，若是遇到了瓶颈，不妨先退一步，再登高数步。所谓不登山峰，不显平地，这些道理你可以回去慢慢理解，不要着急。虽然我听得不太明白，但还是多谢李大哥。那我走了。送别礼席盛后，陈平安回到了祖宅，发现桌子上面放的那把怀木剑竟然出现了一丝不太明显的细微倾斜，他内心震动，但仍旧不露神色地坐在桌旁。这柄怀木剑当中住着一个金色的香火小人，在秋卢客栈和蓝知府短暂的现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今他居然自己离开了吗？香火小人确实离开了，他趁着逐渐变暗的天色，一路小跑来到了杨家铺子后院中。杨老头原本在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忽然皱了皱眉头，伸手一挥，香火小人便从虚空处坠落。齐敬春将你苦心孤诣地藏起来，究竟是想做什么呀？齐先生知道你非常需要我，所以将我送给你，但作为报酬，你必须要在危险的时候出面保护陈平安一次。好，我答应了。杨老头拿起烟弹，轻轻地敲了一下，一座小庙应声出现，正是他从小镇之外搬走的那一座。香火小人回头看了一眼泥瓶像的方向，面露不舍的神情，最终还是走入了小庙之中。杨老头施法隐去小庙之后，收起烟杆，佝偻着走出药铺，来到了小镇南边的龙须河畔。名为马兰花的河神妇人立即从河底倒飞而出，晕头转向地来到杨老头面前，一脸谄媚。大仙，
您找奴婢有什么事吗？你马上去龙须河的源头，主动散去一半金身，融入河水，帮着阮琼增加水性的阴沉分量。啊，天哪！散去半边金身，其中的痛苦折磨不说，肯定会折损不少修行。做成了，回头阮琼开炉铸剑成功，我就帮你讨要一座和神庙，最多50-60年，你就能够恢复完整金身。之后的100年、1000年，香火不绝，这是一笔细水长流的收益，你肯定赚。可是太痛苦了，我怕疼。大仙，我能拒绝吗？可以呀，那我就打烂你的整个金身，效果更好。放心，等你今夜神魂消散之后，我会在你的子孙身上做出补偿的。大仙，福报只落在我孙子马苦玄一个人的头上，行不行啊？不行。那我还是去往龙须河的源头吧。河神妇人脸色惨白，她一咬牙，顺着河水逆流而上。就在此时，杨老头的背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他并未回头，就已经知晓此人身份。阮琼，你的动作倒挺快。杨前辈，帮宁瑶铸剑一事我根本就不着急，也没有跟你做买卖的想法，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真正要做的买卖与铸剑无关，反正你只要能确保尽快的打造出那把剑就行。作为回报你女儿的真实身份，我可以帮忙遮掩30年。真实身份？袁老前辈，你是在说什么呢？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好吧，我答应你。你现在不情不愿，等到回头再看，会发现是值得的。那什么算是不值得呀？怎么，你偷听了我和陈平安的对话？你、李家嫡长孙李希胜，还有魏波，你们3个我都必须盯着。当然不值得。那陈平安的父母不过是凡夫俗子，收拢了魂魄又有何用？如果换成是马苦玄，当然两说。前辈从一开始就不看好陈平安？哎，有人看好就行。算算时间，那些人应该快来了吧？看样子龙泉郡以后会更加热闹了。就在这天夜里，距离小镇几千里以外的红竹镇冲淡江河畔，一艘画舫悠悠地行驶在水面上。画舫上有2位乘客，其中一个是身着锦缎的富家翁老者，他一手抱着个姿态出众的美娇娘，一手倒酒，好不快活。这人正是曹俊的老祖宗，从离珠洞天中走出去的剑仙曹溪。他的对面坐着的那个粗布麻衣的大汉，乃是曹溪的同乡，巨芦州大名鼎鼎的道家天君谢石。他对曹溪的行为似乎颇看不上眼。怎么样，老谢？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老话说的没错吧？别老谢的，我跟你不熟。哎，你跟我不熟，我跟你熟啊。当初我的那些朋友们知道我跟天君谢师是同乡后，一个个求着我帮忙引荐呢，说是这等英雄豪杰不见一面，实在遗憾。老爷，这人好无趣哦，都不理你。来，喝杯酒吧。还是美人姐姐贴心，也不知你们欢场女子信不信海誓山盟啊？当然是信的呀。那你可以找他管用。为何？他可是一位山大王，管着好些个大山，所谓山盟海誓，这里头的山盟就归他管啊。你找我也有用。天底下有座很高的楼，名字老霸气了，叫镇海楼，我家就住在附近。
曹鑫，你跟他们显摆这些做什么？他们又听不懂。就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才有意思啊！跟那些修行中人显摆，那才叫没劲。没关系，老爷，我爱听，你多说些。美人姐姐，你知道熊镇楼吧？未曾听说过。这怎么能行？那就让我给你说道说道。咱们这人世间啊，存在着9座不知道由谁建造的气运大楼，分别矗立在9个地方。先前的8座楼都是有2个字的名字，分别为正山、镇国、镇海、镇魔、镇妖、镇仙、镇剑、镇龙。唯独最后一座楼的名字为3个字，最为古怪，叫做……曹鑫，你有完没完？随着筷子拍在桌案之上，所有的传家女都陷入了一种古怪的状态。他们仍然在做自己的事情，但对于船上这2个近在咫尺的外乡客人，已经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既然都到这儿了，咱们俩的身份应该很快就会被看穿。你谢师好歹是离珠洞天走出去的人物，若是刻意隐蔽身份，反而让人怀疑，还不如像我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入小镇，说不得还得打上一架，让大理见识见识，省得他们不把一位陆地剑仙当回事儿。唉，这世人都说巨鹿州的谢石光明磊落，平生不做半点亏心的事儿，怎么这一次要破例了？我知道你到这儿来是受困于本命词的操控，不情不愿的，但只要你开口，我可以出面帮你找回本命词，让你不必如此窝囊行事。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自己的本命词拿回来了吗？怎么，老谢，你消息不够灵通啊？你知道我的本命词在纯如陈氏的手中，而前不久陈氏的一位嫡系女子与我家的一个晚辈定了亲，那可是良人美眷，天作之合啊！不是我吹牛，这事儿在咱们那个州可是人尽皆知啊。有了这层关系，那纯如陈氏在找我办事之前，至少啊能说一个请字了。哼，这种事情你曹溪不害臊就罢了，怎么还能一脸得意？谁给你的脸皮啊？咋就丢脸了？我家子孙凭真本事拐骗来的媳妇儿，我这个当老祖宗的为何不乐啊？说吧，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喊到这里来？如果是关于瓷器的事情，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答应你。自家事儿自己了，更何况我信不过你曹溪。哦哟，不愧是享誉一州的谢大侠，这一身凛然正气，真是光彩夺目。我得赶紧揉揉眼睛，要不然经受不住。你是需要打一场才能闭嘴吗？唉，你这种人呐，才是最难交心的。行吧行吧，说正事，有人看不得大理宋氏崛起，所以要拜托你这位光明磊落的大侠出山，来到这离珠福地，想要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凑巧啊，纯如陈氏也见不得齐敬春的好，之前连带着对大理也印象极差，只是如今改变了主意，原因不明，我也不在乎。反正纯如陈氏不但在小镇上以东保平州龙尾郡陈氏的名义开办了学塾，还让我走了这么一趟远门，为的就是拦下你谢石。你确定拦得住？我不确定能不能打得过你，但是我一定拦得住你。毕竟我还有帮手啊。夜风轻拂，谢石猛地转过头去，只见一位相貌普通的年轻剑客，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画舫的栏杆旁。他的佩剑随意地挂在背后，微笑着向谢石抱拳行礼。墨家许若，
见过北距泸州谢天君。就在这些外乡人勾心斗角的时候，陈平安依旧在找自己的香火小人，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他叹了口气，将怀木剑放进背篓里，背上背篓就离开了祖宅，打算去落魄山散散心。深夜时分，陈平安来到了竹楼，陈灵君和陈如初见状都有些惊讶。老爷，你怎么来了？我去2楼坐坐，你们2个不要打扰我。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老爷看着怪怪的。唉，就咱们老爷这种脾气啊，只有2种情况才能让他这么不高兴。一种情况是丢了钱，而且数目不小。这肯定没错。还有一种情况呢？嘿嘿，还有就是老爷受了很重的情伤，比如一个人辗转反侧，孤枕难眠，突发奇想，好去跟阮秀姑娘表白，结果被她拒绝了。于是咱们老爷一肚子火气，只好来竹楼这边清凉清凉。老爷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哎呀，你不懂我们男人啊。陈平安盘腿坐在2楼，手中仍然握着那枚银色的剑胚，他低下头，看着放在一旁的怀木剑，喃喃自语：不是我的，哪怕在我脚底下，我捡起来后只会主动找到失主还给别人，是我的就是我的，你哪里都不能去。就算你逃到了天边，我都会把你抓回来。话音方落，那枚银色剑胚突然变得滚烫了起来，就要脱手而出。这一次，陈平安依旧咬紧牙关，就算手心已经被烧灼得一片通红，也不肯放手。剑胚似乎也不打算善罢甘休，那股灼热的痛楚越演越烈，沿着陈平安的血肉和神魂蔓延。陈平安面上一声不吭，体内的18型剑气运转之法却自然而然地开始流转，拼死抵御那股灼烧带来的痛苦。可恶！你这剑胚，我今天偏要和你斗到底！不知道过了多久，那枚剑胚已经融入陈平安的体内，在他的气府窍穴中肆意冲撞，搅得陈平安七窍流血，疼痛难忍。为了减轻这份痛苦，他不得不分心去想别处。陈平安想到了崔东山大声朗诵的圣贤典籍内容，想到了年轻道人陆沉的药方字体，想到了今天倪萍巷里的春夜秋风，最后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姑娘的脸。你还没有告诉我。陈平安想要笑一笑，但体内的痛苦除了让他咬牙苦撑，再也做不出其他的表情。更多的人脸浮现在陈平安的脑海中，犹如走马观花，将他这孤苦无依但却充满人情味的小半生统统尽收眼底。然而人力终有尽时，陈平安终于撑不住，向后倒去，后脑勺磕到绿竹地面上，略微清醒了几分。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自己的肚子里传来一阵古怪的动静，那竟然是站立的剑鸣声。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忘恩负义！若老爷死了，我就跟你说你是傻妞，你还不服气？刚哥，你要是冒失的打断陈平安的气机运转，就会被那股剑气视为敌人，将你打个半死不说，还会耽误了陈平安的正道气机，最终害死他。
哎，老爷身体中的两股气机已经渐渐的平静下来了。他现在这副表情不像是痛苦，反倒像是睡着了。我就说了没事儿，你急什么呀？接下来怎么办？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不然就让他在这睡一会儿。两人正说着，陈灵君只觉得眼前一暗，一个白色的身影落在竹楼之上，正是那个叫魏波的家伙。小水蛇啊，你没有趁机杀你家老爷，我很意外。老子当初我很后悔。调皮，你来干嘛？我本来就在此处睡觉，听到这么大的动静，当然要起来看一看。魏仙师，老爷没事吧？这竹楼里太凉了，要不要把它搬回家去？哎，没事儿，这座竹楼冬暖夏凉，即便是一个凡人，大雪天在竹楼里脱光了衣服也不会觉得冷的。所以就让你家老爷在这躺着睡觉吧，不碍事的。那就好。哎，陈平安这次来有没有带上换洗的干净衣服啊？没有，老爷应该没有想着在山上待多久，背篓里没有放衣服。陈平安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水浸透了，等下他醒来还穿这么一身也不是个事儿。哎，要不你们两个跑一趟去小镇买件衣服，或者回你冰箱拿衣服也行啊，速去速回。陈平安不久就会醒过来的。你把我们都支走，想干嘛？我信不过你。那你就留下来看着我呗。傻妞，你一个人去吧，除了给老爷买件新衣服，给咱俩也准备几套。我走啦。陈如初飞奔下山，竹楼里的陈灵君也没有闲着，他被魏过打发去煮药，以便陈平安醒来之后可以第一时间温补元气。一天一夜之后，陈平安终于醒了过来。他喝了药，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整个人神清气爽地站在竹楼2楼的走廊里，抱着槐木剑发呆，身体中隐隐有痛楚传来。陈平安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心口，喃喃自语：小风多，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不太情愿和我待在一起。那个叫做曹俊的剑修一定有过人之处，才会让你这么激动，这确实正常。8境的剑修当然要比我强太多，但没办法，你是文圣老爷送给我的，所以在我死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怎么又开始在我的身体里乱窜了？没关系，我还能受得住。我陈平安真不是跟你吹牛，这点痛啊算不了什么，我5岁的时候就尝过更厉害的了。哼，我要是能喊出一声痛啊，以后你就是我祖宗。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能猜得出来。你可以轻轻松松的杀了我，但却没有办法杀，所以你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对吧？你也别费那么大的劲了。接下来我要下山去给我爹娘修建坟墓，这段时间我们暂时休战，如何？终于消停了。告别了魏薄和2个小家伙后，陈平安背着背篓独自下山。他回到小镇上，花钱请了几个专门修坟的老工匠，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开始翻修自己爹娘的坟墓。陈平安从头到尾仔细盯着，甚至连墓碑上的字都是他亲自刻上去的。所幸一切都顺顺利利，并无波折。最后修筑完成的坟墓也并不比寻常人家更好，但他已经很满足了。工匠们离开后，陈平安带着祭品重返坟头，将一壶好酒放在他爹的坟头上。爹，这是小镇的杏花酿，可好喝了，你试试。要是喝不习惯，或者惹娘亲不高兴了，就托个梦给我，我下次不带了。娘，爹以前好像没喝过，你就让他喝一回吧。
爹，娘，你们不说话，我就当你们答应了啊。修好之后，陈平安反倒更加忙碌了。他请人修缮了小镇外神仙坡的破败神像，偶尔也去骑龙巷的2间铺子坐一坐。虽然肚子里的剑胚还会闹腾，但那种痛苦于他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年关将近，陈平安打算去落魄山带2个小家伙回来过年。阮秀得知这个消息后找了过来，说是自己也要去神秀山，顺道跟他去看看落魄山的竹楼修得如何。阮姑娘，我在求学路上曾经帮助过一位叫做徐迎镇的道长和他的2个徒弟，和他们分别之前还嘱咐他们到了小镇上可以来找你。你见过他们吗？见过的，是一个盲眼老道人，一个瘸腿男孩，还有一个小姑娘吧。他们没有在小镇停留吗？没有，这师徒3人很快就继续北上，说是想去大理京城碰碰运气。唉，也不知道徐道长的伤好了没有。自从你和刘宪阳走了之后，我弟今年又收了3名精明弟子。第一个叫谢灵，住在桃叶巷，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家原本还挺有钱的，但到他这一辈就家道中落，不得不来铁匠铺子做工。第2位是个姑娘，叫徐小乔，来自于风雪庙。她天资平平，好像犯了什么大错，被逐出了师门，所以才找到我爹。毕竟她现在已经自立山头了嘛。最后一位叫做董谷，不爱说话，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原本爹没打算收他，哪儿晓得他倔得很，在水井旁跪了1天1夜，满身白雪都不肯起来。可能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最后爹还是答应让他进入铺子打铁。阮师傅眼光很好的，能让他收弟子的人一定有真本事。哪里好，都不收你为徒。对了，陈平安，你打算怎么过年呀？我都计划好了，大年30那天先去给爹娘上坟，然后回倪冰巷的祖宅贴春联、福字、门神，吃过年夜饭就是守夜。清晨开始放报纸。另外，骑龙巷的那2间铺子，还有齐先生的老叔叔也要贴东西，到时候应该会很忙。那我来帮你啊。不用，虽说是忙，但是都是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一个人能解决。进入落魄山后，陈平安带着阮秀逛了一圈竹楼，找到了2个正在修炼的小家伙，一行4人就此分道扬镳。阮秀独自去往了神秀山，陈平安则带着陈灵君和陈如初回到了小镇上。时光匆匆而逝，大年30这天，陈平安按照计划去给爹娘上坟，回来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夜。虽然这个新年过得普普通通，但他很开心，因为今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2个小家伙吃过晚饭便早早睡下，陈平安则一直守夜到了天亮。当天地间出现第1缕曙光的时候，陈平安轻轻起身，打开屋门，仰头看向了东方。就在此时，他忽然觉得喉头一痒，忍不住张嘴咳嗽。只见一抹长约寸余的雪白红光竟然从他的嘴巴里面钻了出来。待到光芒散去，陈平安终于看清，那竟然是一把仙气盎然、晶莹剔透的纤细短剑。那把短剑脱口而出后，也不乱窜，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悬停在了院子当中。小凤都，你终于变成一把剑了。不过你现在出来干嘛？难道你们这些飞剑也讲究逢年过节吗？啊，你又跟我动手吗？我跟你讲，大过年的见血不吉利啊！哎，老爷你在哪儿啊？咱们啥时候放鞭炮？陈灵君声音响起的刹那，飞剑嗖的一声掠至陈平安的眉心处，直接钻了进去，连半点痕迹都没留下。陈平安只觉眉心一凉，伸出手摸了摸，却什么都没感受到。这世间的飞剑
全都如此玄妙吗？回头我问问阮姑娘好了。老爷，赶紧放鞭炮吧！那傻妞抱着一堆，凭她的体质，怕是一不小心给点燃了。好。过年喽，过年喽！这才有过年的味儿呢。老爷，我待会儿把这里收拾一下。不用了，你去把扫帚拿过来，倒立在墙边就行了。这是我们龙泉县的风俗。大年初一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倒立扫帚，表示今天什么事都不会做，就是休息。好。摆好扫帚后，陈平安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自己多出来的一副春联福字，走出家门，贴在了隔壁冷冷清清的宋吉新家门外。做完了这一切，陈平安便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享受得来不易的空闲时光。陈如初坐在板凳上嗑瓜子，陈灵君则闲不住的满院子兜圈，嘴里还嘟囔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哼，今年我一定要请假休息，让老爷和傻妞刮目相看。到了年底，我就可以在小镇横着走，再也不怕什么8、9斤的狗屁剑修。老爷，你要不再给我几颗好一点的蛇胆石吧？这样别说年底了，明天我就能打遍小镇无敌手。到时候老爷你带着我上街去欺男霸女，做那无法无天的土豪劣绅，见着哪家姑娘漂亮就拖来泥瓶笑。老爷是不是想想就开心？你开心就好。哎，算了算了，我将就吃点普通的吧。不逗你了，这有2袋子蛇胆石，你们俩一人1袋，算是老爷我给你们的压岁钱。啊，多谢老爷。多半又是那种很普通的蛇胆石。天哪，这颗蛇胆石世间极品啊！老爷居然舍得送我，傻妞也有1颗。不对，我记得老爷回到祖宅之后，包里还剩下11颗价值连城的蛇胆石，当时他就给了我们4颗，如今又送出来2颗，岂不是哗啦啦一下子没了半数？陈平安，你真当自己是散财童子啊？哎，老爷，你真不给自己留点家底吗？就不怕以后娶不着媳妇儿？多谢老爷，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老爷的。没事，我还有呢。正在此时，院门突然被人叩响。陈平安以为是阮秀或者是认识的邻居过来拜年，便跑过去开门。然而登门拜访的2人却来自小镇之外，正是那墨家的剑客许若与曹家老祖宗剑仙曹溪。陈平安，咱们又见面了。齐大人，好久不见，上次游学途中多谢你的帮助。不过你怎么会来咱们小镇啊？有点事情要处理，看到你了就顺便过来拜拜年。介绍一下，这位曹溪先生是曹俊的家族长辈，他听说曹俊想抢你东西，非要过来赔礼道歉。真是抱歉啊，家中后生不知礼数，您放心，我这就过去教训他。忘了说，新年好。老先生新年好。大年初一可不能空手登门，你家里还有2个孩子，就送他们2件小玩意儿好了。这2块牌子叫做太平无事牌，平时可以悬挂在腰间。你们2个以后不管是落脚在此，还是要出远门，带上它都会方便些。风雪庙的太平无事牌，哇，多了这个东西，就等于多了一张保命符啊。老爷，你们收下吧。多谢老爷。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下次再来登门拜访。曹先生，我们走吧。好。齐大人，曹老先生，慢走。从陈平安家离开后，许若和曹溪便来到泥瓶巷的那间破旧的曹家祖宅中。一只火红皮毛的狐狸坐在屋顶天井的口子上。此前曹俊与李希胜对战时，正是他传达了曹溪的话，而曹俊正翘着2郎腿，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见许若走进来，
他笑着起身。我知道你，墨家许若，在中土神州行走江湖多年，名气很大，有人间蛟龙的美誉。我觉得宝平州的魏晋之所以常年厮混江湖，不喜欢待在山上，说不定是学你年轻的时候。他没学我。许大人，刚才那个少年就是被打碎本命词的陈平安吧？正是。当年他的本命词破碎，确实是你们大理有错在先，导致出现纰漏。不过事后大理就补偿了那位买家，对方也接受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已经算结完账两清了。可如今那位买家突然在幕后层层算计，竟然还搬出了谢石这尊大菩萨来吓唬人，这种出尔反尔之事可谓相当的不讲究啊。不过要解决这件事情却很容易，那就是一鼓作气把谢石打死就好了。有我在，再加上你圣人阮琼，咱们三人联手，谢石不但会输，就是想跑他也跑不了。就算打死了谢石，这座破碎下坠的离珠洞天估计也会被彻底打没。到时候我们大理怎么办？你不能这么想，若是谢石死了，那敲山震虎的效果可太好了，比起打造出一座白玉京更好。你们大理不是马上要南下攻打大隋吗？打死谢石之后，你就可以看看大隋境内上武还剩下几只，绝对全跑了。你为何要置谢石于死地？你和他有仇？没有啊，我们两个都是从这离珠洞天走出去的人，也算是老乡吧。但我跟他不是一辈，以前也从未见过面，两家的祖上也没啥纠葛，我就是单纯看不惯谢石仗着修为欺负大理而已，太忘本了。曹曦，你这话说的太好笑了，简直比放屁都不如。拥有你本命词的纯如陈氏，就是当年中土神州的分支之一，他们跟道家一直不对付，而谢石呢，又是道家的上武境高手，打死了他，可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彩礼呀！到时候别说是把纯如陈氏的嫡系子女嫁给曹俊，就是中土本家再嫁一个女子给你曹曦都无妨。你跟陈氏绑紧了，也就不怕他们再拿本命词要挟你了，是吧？你这个碎嘴的婆姨，什么都给你说干净了。曹曦笑着一挥手，一只火红狐狸砰然炸裂，化为齑粉。只是片刻后，火红狐狸竟然又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他掀起一块瓦片，狠狠地丢下，而后掉头就跑。怂货！徐大人，咱们继续说。这种事情不是我可以擅自做主的。那你们大理谁可以做主？皇帝陛下、藩王宋长敬、国师崔禅，就这三个。那他们倒是来一个呀！你许若来了，光看戏不出手，有啥意思啊？谢石既然敢孤身前来，那肯定是有所依仗。万一到时候他达成了目的，我们三个联手都让他跑回了巨芦州，那我们所有人，包括你们大理宋氏，全部完蛋。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人来？那请问是哪位高手？自然是我们大理的国师。与此同时，小镇外边的驿路上，一辆马车缓缓前行。车夫是在祁墩山上曾经给魏博传话的大理兵部郎中刘裕，而车厢内则坐着一位老夫子模样的儒雅老者和一位气质清冷凌厉的少女，那正是国师崔禅和真龙龙珠智龟。许若离开以后，陈平安家安静了没一会儿，又被人敲响了房门。这次陈平安开门看到的却是认识的人。董水井，好久不见啊！快进来坐吧。如抽，去搬张椅子过来。哎，好的，老爷。
陈平安，新年好！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过来跟你拜个年。新年好啊！其实，我当时也很想去游学，但是身不由己，只能留在小镇里。没关系，我从来没觉得你当时留在小镇就是错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听到这话，董水井的神色才不那么愧疚了。他简单的聊了一些小镇兴建学塾的事情，陈平安也说了些游学的趣事儿，没敢说太光怪陆离的事情，怕董水井多想。最后得知小镇即将有自己的驿站，董水井很是高兴。陈平安，你把大隋山雅书院的寄信地址给我吧，我一定会给李宝平他们3个人写信，告诉他们小镇的变化。我在驿站寄过信，那从大隋到大黎价格可不便宜，如今董水井孤苦无依，未必能承担得起啊。这件事情我先记着，以后再想办法帮他解决。好，我把地址写给你啊。多谢，那我就不耽误你了。陈平安，以后多来铁匠铺子玩啊。好。这傻大个还算识相，我开始以为他是跑来找老爷蹭吃蹭喝的，他要是敢开口，你就什么？我就一定好好跟他讲道理，说做人要将心比心。那可真是难为你了。不难为，不难为。初一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初二这天，小镇的风俗是拜年走亲戚。陈平安没有亲戚可走，干脆就带着2个小家伙去了落魄山。到了山脚后，那神出鬼没的魏波突然出现在3人面前，笑嘻嘻地看着陈平安。嘿嘿，今日不见，修为精进的不错啊，快要突破武道第3境了。看来上次在竹楼你算是因祸得福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本以为最少还要个3-5年。嗨，你这人真是不了解。这是给落魄山那条黑蛇的压岁钱，麻烦你带给他吧。好说，一定送他。对了，我今天听人说小镇里开办了一座新的书塾，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其中有没有什么内幕？内幕嘛，目前看不出来。这学书是由龙尾溪陈氏开办的，对所有人都开放，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便是那些卢氏的刑徒移民都可以进入学术读书。这相当于一下子挽救了数十条性命啊！否则那些体魄孱弱的孩子能不能熬过冬天都是问题。随着咱们龙泉郡蒸蒸日上，有许多的外乡家族举家迁入，在小镇和周边大肆的购买宅屋土地等等，许多老宅都更换了主人。这些家族中的部分读书人就去新书塾应聘教书先生。随着先生学生的与日俱增，短短1年的时间，那新书塾里已经有100多人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些架子极大的读书人为何愿意背井离乡的跑来这儿吃苦头？而且他们传道授业的对象只是一帮孩子。是龙尾溪陈氏花了很多钱？还真不是钱的事情。他们呢，是希望进入披云山，因为山上即将出现一个名叫林路书院的有趣地方。其实瞎子都看得出来，大理所谋甚大。林路书院明摆着是要跟大隋的山崖书院唱对台戏的。一旦大黎南下顺利，大隋高氏覆灭王族，光湖书院之外，保平州的第2座儒家72座书院之一的名必然要落在林路书院头上。所以越早进入林路书院，就越有可能一步登天呐。魏波，你如今是山神了吗？陈平安，我一直在等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暂时是披云山的山神，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披云山很快会被破格提升为大黎的北岳。北岳？披云山不是在大黎的南边吗？不，就是北岳。哇，大黎王朝的5岳正神真的好厉害呀！魏仙师，你走路累不累啊？需不需要坐下来歇歇？我帮你老人家揉揉肩、敲敲腿。怎么不跟我抬杠啦？哎呦，你是我家老爷的好哥们儿、好兄弟，我跟老爷是一家人。
那么咱俩就是半个朋友。哈哈，这么说合不合适？魏先生，调皮。哎，对了，神秀山那边这几天的动静很大，好像是在开山。陈眠，你要不要去瞅见？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好啊，我之前就一直想去看。魏波吹了一声口哨，很快，那从齐登山的巨大黑蛇便从山林中游曳而出。陈灵君和陈如初偷偷咽了一口唾沫，对这个蛟龙之属的同类感到本能的害怕。魏波将那袋蛇胆石丢给了黑蛇，那条凶残的黑蛇如今已十分温和。他低下头，让陈平安一行4人站在自己的头颅上，而后翻过落魄山，向着神秀山缓缓前进。一路上，众人瞧见了好些正在开凿山脉、修筑府邸的大山。魏波笑着一一介绍：这座山叫做梧桐山。陈明安，有没有觉得它看起来很奇怪？感觉它的山峰被人削平了。不错，被削去山头之后，梧桐山上就会出现一块大屏，占地约莫有方圆4、5里吧，据说是会成为一座渡口。渡口？这么高的地方有水吗？俗世间的渡口是乘舟泛水，这修士们的渡口吧又不一样，泛的是那天空中的云海。这么厉害啊！翻过了梧桐山，离神秀山就不远了，中间只隔着2座山峰，其中一座就是你买下的宝路山，还有一座牛角山，是一位南建国的修士买下的。这座山很特别啊，山上开了一家店，叫做包袱斋。是卖包袱的地方吗？当然不是，这个地方既是典当行，又是古玩店，什么都可以买，也什么都可以买，只要价钱谈拢，就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包袱斋的创始人最早是个穷酸野修，他总是背个包袱，装着一堆破烂，在各地奔波倒卖赚取差价。飞黄腾达之后呢，就干脆给店铺取名叫包袱斋。这牛角山的店铺啊，只是一家分铺，但也盖了好几栋，每栋楼出售的古董珍玩品种不一，只等着梧桐山的渡口修好，就可以大批进货了。可是从外面看并没有什么高楼啊，难道说此地有什么障眼法吗？没错，牛角山脉笼罩着一座护山大阵，出自阵图当中最著名的气蒸云梦泽，起到庇护山头、抵挡邪祟的作用。真厉害！是不是一下子觉得自己太穷了？没觉得穷，但也不富裕。修士之间的交易虽然也会用到真金白银，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数目，否则太麻烦了。一件法宝要是有80万两黄金，那可咋办？你要是没有方寸之物，怎么能随时带在身上呢？所以山上的大宗买卖会有专门的钱币。神秀山到了，我们下去吧。黑蛇，你就留在山脚，不要到处乱跑。阮姑娘在山上吗？不在，我带你逛一圈吧。神秀山高耸险峻，仅次于披云山。4人从山脚向上游览，路过了一块陡峭山壁。陈平安等人并不知道，在云海滔滔的遮掩之中，这块石壁上刻有4个大字：天开神秀。除非御剑飞行，否则就算是炼气士站在山脚，也无法窥见真容。但因为阮师定下的规矩，龙泉郡的辖境内，任何修士都不得擅自御风飞行，所以这等景象至今无人得见。游览完神秀山后，魏波将陈平安等人送回了落魄山，自己又消失了。不过这次他并没有返回披云山，而是直接到了落魄山的山顶。这儿有一座气势雄伟的山神庙，庙内金身已塑，只是尚未正式接纳百姓香火。魏波来到山神庙中，下一刻，一位儒生模样的男子从金身塑像上飘荡而出，正是前任龙泉县督造官，本来已经死去，却被皇帝钦点成为落魄山山神的
宋玉章。小神拜见大神。宋先生，无需多礼。规矩如此，不可例外。你们读书人够傻的，生前死后都一样。礼部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担任山神的注意事项？他们不敢多说什么。封神典礼完成后，便早早的下山了，似乎没把我当作山神，倒是当做了一尊瘟神，还有劳大神帮我解惑。好，其实我们山水神灵啊，没有太大的意思，就是躺在功劳簿上享福吃香火，不用修力或是修心，一点点积攒阴德就行了。至于政绩嘛，就是帮着朝廷维持一地山水气数。看看和上个10年比起来，辖境内的人口啊、天灾人祸呀、进士修士之类的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出现某种祥瑞征兆的话，自然是更好。我明白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山神就只需要跟我打交道，事实上你真正需要理会的还是大理朝廷。龙泉郡总计3座山神庙，我占据了披云山的山岳大殿，你在落魄山，还有一座就是北边的点灯山。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的，属于僧多粥少，需要争夺百姓的香火。你以后会很头疼的。当然你跟我争不着。我哪里敢呢？这叫以下犯上。以前活着还可以告诉自己怕个屁，大不了辞官不做了，顶多就是一死。如今嘛，想死都难喽。敢问大神，北边那位点灯山的山神是何身份呢？日后我还要与他争香火，得好好打听下他的底细。好嘛，宋先生不愧是官场中人，已经很好的融入了。北边那人可不是善茬，他生前是个战功彪炳的大理武将，脾气很臭，但据说和文昌阁武圣庙里的2位关系很好。那他这么当官可不行，不拜正神拜旁门，进错庙烧错香，可是会吃苦头的。这话说的让我解气呀。对了，你对这座落魄山的山主，也就是陈平安，印象如何？因为宋吉新殿下的关系，我对陈平安的成长一清二楚，所以印象很好，甚至觉得自己能够在落魄山成为山神，很不错。宋大人，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大理让你来这儿当山神，就是要你盯着陈平安，说不定某天就会要你做出违背良心的龌龊事情。当然有所猜测。我大理为了建造那座廊桥，牺牲了多少皇族子弟啊！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如今陈平安否极泰来，鸿运当头，我大理怎么可能不防备于他呢？我大理这3个字就已经表明他的态度了。这人生前死后均以大理为荣，若是日后大理朝廷要他对付陈平安，他绝不会拒绝。我知道了，宋大人，你先忙你的，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恭送大神。魏博方才故意带着陈平安行走于各大山头，无疑是在彰显一件事，那就是陈平安是由他魏博罩着的。我们这些外乡人，不管是什么来头，只要想在他的地盘上讨一碗饭吃，就必须掂量这尊新的北岳正神的分量，绝不可难为陈平安。看来这落魄山的山神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我这人果然不适合做官，生前死后，处处都是坎坷呀。宋玉章轻叹一声，身形隐没，消失在了金身之中。魏过回到竹楼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陈平安正在空地上练习着站桩，陈灵均和陈如初则坐在竹椅上吃着碎嘴零食。哎，魏先师，你又来了呀？我去叫老爷。不必了，你再去搬2个竹椅过来，我等他练完拳再说事情。好。嘿嘿，大仙，我来。您在这好好坐着，嗑瓜子吗？哼，狗腿子！你懂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魏波，你是来找我的？我要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当初你跟那块剑胚意气相争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偷偷观察，所以才能来得这么及时，还并非是我故意偷看。当时你的形势实在险峻，远远超乎你的想象，轻则走火入魔，重则当场毙命。我没有办法，只能出此下策。没关系的，你也是为我好。既然现在你已经有了飞剑，那我就可以简单的跟你说说剑修的事情了。你那块剑胚，我看不出品质的深浅，也不好妄下断言。但不管怎么样，温养和锤炼一口本命飞剑，需要消耗的天材地宝不计其数。所以我今日带你走了这么多山头，就是要你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们这些修行中人，花钱如流水，说是吃掉几座金山银山都不为过的。有没有成为剑修的资质是炼气师的第1道门槛，但是成为了剑修之后，有没有钱修炼飞剑，就成了第2道门槛，而且还不低。一把剑的坚韧程度取决于剑身的密度，所以需要铸剑师的千锤百炼不断磨砺。这就是那片斩龙台山崖为何如此值钱的原因，以至于圣人阮琼都不敢一人独占，必须拉拢风雪庙和真武山瓜分，才可以防止他人觊觎。原来阮师傅这样的圣人也有无奈之事啊。还有啊，陈平安，你知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大白菜一样随手送人的蛇胆石为什么那么值钱？这个世间是药3分毒，就是品相再高的灵药都会对炼气师的气府造成一定的影响，极难根除，像污垢一样慢慢积攒，到后来甚至可能妨碍大道。而你的蛇胆石给蛟龙之属服用后，却不会有这种烦恼。原来这蛇胆石这么宝贵呀！那老爷给我的第3颗蛇胆石，我就不吃了，帮老爷保管着。没关系，反正我自己也用不上。陈平安，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些秘密，就连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我希望你不要随便说出去。你放心，如今除了阮姑娘和李大哥，我的小镇已经没什么可以聊天的人了。道玄山听说过吗？道玄山，林姑娘之前好像提到过，有听说，但不是很清楚。道玄山是出自道祖座下3大弟子之一的天大手笔，那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山字印，以磅礴的道法加持，坚不可摧。此地是浩然天下和蛮荒天下的交界处，是第1座雄关险隘，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座。为何是最后一座？一旦洪水决堤，后边怎么办？所以啊，不管是盛产剑修的北距泸州，还有上次在你们宝平州上空掠过的仙人们，包括其他地方的剑修，这次都被征召去了道玄山，要穿过那里，去一个名为剑气长城的地方，抵御另一座天下的妖族入侵。每逢妖族作乱掀起战事，剑修们都会前往道玄山，在那堵城墙之上砥砺剑道。所以剑气长城那里汇聚着天底下数量最多最著名的剑仙，他们做着天下最危险的壮举。你知道那边最缺的是什么吗？不知道。是剑。因为剑气长城的战事太过频繁和惨烈，许多被外界剑修带过去的绝世神兵通通折断剑身，粉碎剑翼，甚至剑珠陨落，死伤无数。所以在那边土生土长的剑修很难拥有一把好剑。再加上妖族中也有数量可观的剑修喜欢收集名剑残骸，一来二去，剑气长城抵御妖族的剑修就需要大量的剑，甚至需要不断的通过道玄山跟外界买剑和求剑。道玄山外扎堆的商贾坐地起价，待价而沽，无数人因此暴富。
这好像不太好吧？你以为所有人都是你烂好人一个？随手送宝贝不说，送完还担心人家拿着重不重，要不要你帮忙提着？嗨，陈平安，我说这些话你别放在心上啊。说实话，我其实很佩服你的。没关系的，我其实想问，妖族为什么要攻打剑气长城呢？很简单，因为妖族生活的蛮荒天下，那里生活环境太过恶劣，灵气稀薄，不利于修行。妖族们弱肉强食，强者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山头地界修行资源，弱者自然会被淘汰。而我们这座浩然天下，就像是一块放在嘴边的大肥肉，给那些只有残羹冷炙的妖族看着，自然会垂涎三尺。一边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扩张，让子孙后辈活得更滋润，一边是为了守卫家门，誓死捍卫边界，看起来都没有对错之分。这些内幕也是我进入披云山答应成为山岳正神之后才能够知道的，因为我算是跟大力宋氏结成了一桩很大的盟约。至于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你可以只当天书和故事来听，不用太在意。好，你说吧。据说几年之前，有数十位大妖联袂来到剑气长城下，跟人族的巅峰修士商量，希望换取倒悬山附近的一块东宝平洲大小的土地作为停战的条件。我们当然没有答应，得寸进尺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于是妖族便提出了一个赌局，由妖族和剑气长城各派出13名的巅峰修士，13局7胜。妖族若是赢了，就可以一兵不发地占据剑气长城；而若是我们胜出，则可以获得蛮荒天下所有的剑气。那我们答应下来了吗？答应啊，不过是13场架，为何不敢呢？赌约定下之后，我们浩然天下极其重视，号称阴阳家半壁江山的陆家老祖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大致推算出了妖族高手的出战顺序。这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大战，双方做了一个约定，不让实力排名前3的强大高手出战，以免他们打得忘乎所以，把2座天地的边界打穿，得不偿失。先前7场，除去第1场，剑气长城已经赢了6场，稳操胜券的大好形势下，第8场却输了。而且那名女子剑仙成为第1位被妖族斩杀于沙场上的人，之后就是兵败如山倒，一直输到第12场。而那一场，剑气长城这边认为一定必胜，因为那名大剑仙是公认的战力卓绝，身经百战。可他还是输了，成为第2位战死沙场的剑修。在那之后，我们浩然天下都有些绝望，因为妖族出战的最后一个高手，是他们蛮荒天下万年以来公认的杀力前3、13境的巅峰剑修。只是他先前闭关1000年，刚出关就遇到了这场战事，故而没有算在不允许出战的前3甲之列。之前阴阳家的陆氏高人拼了性命，千算万算都没能算到这一点，可见妖族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来遮蔽这桩天机。那我们这边派出的人是谁啊？很弱吗？不，他很强大，但和妖族的对手相比，没有人觉得他会赢。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赢了。那个身份神秘的男人宰掉了13境巅峰的剑修大妖，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知道他在剑气长城杀了最多的妖，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阿良。阿良。少年缓缓地转过头，望向那栋被某个家伙亲自取名为猛字楼的小竹楼。这一刻，倔强的少年突然一下子没忍住，眼泪滴落在地上。他仍然记得第一次见面，那个头戴斗笠的中年汉子牵着毛驴，挎着刀，笑盈盈的自我介绍。哈哈哈哈哈哈！你是陈平安吧？你好，我叫阿良，善良的良。我是一名剑客。落魄山的竹楼之外，
陈平安仍然沉浸在对阿良的回忆之中。陈灵君偷偷拿出一块普通蛇胆石来，边吃边小声地问陈如初：没想到咱们老爷听一个事不关己的事情就能如此动容，唉，真是性情中人啊！相信老爷以后混江湖一定会很精彩。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救了小娘子他就以身相许啊！你说蛮荒天下的妖族如此残忍暴虐，为何浩然天下这边的修士神仙们能跟我们相安无事，不对我们赶尽杀绝啊？哼，大概是觉得咱们就是路边的一坨狗屎，踩了嫌弃脏鞋子吧。这样啊。两个小家伙嘀嘀咕咕个不停。魏波等了一会儿，见陈平安仍旧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忍不住出声打断：陈平安，我能理解你的震惊，毕竟这是人之常情。而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对你来说大概并不是那么重要，你听过就算了，不要太往心里去。好，你说吧。我当初带着黑蛇来落魄山搭建竹楼，突然有大理官员找到了我，说是发现我在与阿良相遇之后，突然打破了身上的禁制，重修金身，有了担任山神的资格。说来不怕你笑话，我本身就是神水国的北岳正神，只是在国家破灭后，我为了收留神水国移民，被愤怒的大黎皇帝打碎了金身，沉入了江底。后来是一个神水国的女子冒着魂飞魄散的风险潜入江中，将我的金身打捞而起，重新拼凑，我才能得个土地之身，苟延残喘之情。再后来，我因为私自砍伐了来自竹海洞天的仙竹，被仙人的朋友降罪，一身修为彻底被禁锢，混得凄惨无比，甚至被两条整整威胁了上百年。直到当时石平一战，阿良前辈一记竹刀捅入了我的胸膛，我便发现自己的修为好像有了一点点恢复的迹象。你是说阿良那一刀其实是帮助你打破了修为上的禁制？不错，一来因为我本身的实力足够，二来大理王朝估计是看在阿良的面子上，想要我做披云山的山神。我考虑良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所以陈平安，我真的很感激阿良，也愿意给予你最大的善意。今天我之所以带着你去游览山头，其实也是想让那些人知道，你陈平安是有我罩着的。我明白的，多谢了。其实我心中仍有私心。阿良虽然已经飞升，但他很有可能重返人间。到时候如果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妥当，又是一刀劈下来，我恐怕会被直接打回原形了。若是还在齐端山，我倒是可以不那么在意。但当初大理朝廷的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找到了那名曾经救了我的神水国女子转世，并带着她进入了长春宫开始修行。这辈子很有可能会步入大道。我曾经在齐端山上看着那女孩一世又一世的坎坷而活，却都无能为力。如今我终于有机会成为北岳正神，也终于有机会好好的庇护她，平安度过余生。这样的机会我不想放弃。魏波啊，你怎么了？想起了一些伤心往事，不打紧。说回刚才的事，陈平安，你知道阿良当初为什么要去李柱洞天吗？难道不是为了代替魏晋前来护送我们，也顺便帮齐先生考验我吗？这是之后的事情。当时阿良已经在世间游历很久了，人们传说阿良一直在找一把剑，一把配得上他的剑。还有人说阿良是13境巅峰的剑修，他原本的那把剑虽然算不得最好，但已经用习惯了，所以就一直舍不得换。但在与大妖一战之后，那把剑彻底粉碎，他自然就要换一把更好的剑。说起来，我刚见到阿良的时候，他的身上就只带着一把竹刀，他也曾说过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剑。对呀，若是能找到一把让阿良都觉得趁手的兵器，那他的境界恐怕就能提升到14境。作为一名剑修，到时候说不定面对那三教祖师也可一战。所以陈平安，你不妨想一想，你们离珠洞天有什么东西会吸引阿良来到此地？
最后却又什么都没做就离开了。会是什么呢？难道说有些话点到即止就行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魏博哈哈一笑，翩然离去，而陈平安却在原地愣了很久很久，才终于想明白。我懂了，原来阿良并不是专程来找我的，而是去找老剑条的。神仙姐姐的威力，我在文圣老爷的画卷里已经领略过了，只有她才完完全全的配得上阿良。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老剑条到底有多好，也就不明白阿良到底舍弃了什么。如果当初知道了这些，那在阿良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先去问问神仙姐姐，问她可不可以换一个主人。那个男人叫做阿良，是一名剑客，他人很好，也很强。一切都已经晚了。阿良，你还骂我是烂好人？老爷，凭什么呀？老爷，你跟我不也差不多的吗？老爷，啊？怎么了？老爷，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被魏博说的故事给吓到了？什么到玄山剑气长城，什么大妖啊静心啊，跟咱们离着100个108000里呢。你真不用怕那些，咱们有儒家圣人们护着，天塌下来都不怕。我没事，我只是想通了一件事。什么？我决定要做一名剑客，因为我已经跟一个人约定好了。为什么呀？就在陈平安满怀壮志的同时，清冷的落魄山中突然来了2位客人。身着如山的读书人李希胜带着一个书童模样的少年，各自手持竹杖，一起走在崎岖的山路之上。这个书童容貌绝美，毫无瑕疵，正是崔东山留在小镇中的那个词人。他如今已经化名为崔次，进入龙尾郡陈氏开办的书署中，成为了一名学生，还认了在书署当助教的李希胜做自己的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咱们儒家推崇修行读书，更多是为了入世，为了让世道更好，但道家却只追求个人的出世和正道，这是对的吗？自然是对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乱世里道家下山入世救人，佛家闭门敲木鱼，而治世里道家上山自修清净，佛家开门收银子。这么看上去，道家真的不错哎，佛家就不怎么样了，难怪在咱们州佛法不兴。这些只是某些读书人的偏激之言，以偏概全不能尽信。三教之所以能够立教，当然各有各的厉害之处。你若想认清楚他们的宗旨，就一定要追本溯源，否则略知一二就信口开河，或者见着了几个坏道士坏和尚就一棍子打死所有，这样很不好。每60年三教都会举行一次辩论，会有3个人各自阐述立教的根本。据我所知，这场辩论非常凶险。先生，不过是3个人各自说话，怎么就凶险了？既然是辩论，你除了知道自己教义的长短之外，还需要了解别人的优劣，才可以成功说服对方2人认可自己的道理。如此一来，就会有人在钻研别家学问的时候幡然醒悟，或者当头棒喝。辩论还没开始，就干脆改换门庭，走上另一条道路了。哦，先别想这么多了，继续走吧。先生，我们进山到底是要干啥？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送陈平安一样东西，为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先生的想法肯定没错。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嘿嘿，光走路的话，觉得太无聊了。哎，先生你看，前面有一座好漂亮的竹楼啊。看样子是快到了。落魄山的竹楼之外，陈平安还在思考自己成为一名剑客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注意到有2道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长生桥虽然断了，暂时无法修行，但剑还是可以练的。只是我之前练拳，好歹还有一部撼山谱作为基础，现在练剑也该有剑经一类的东西，要不然凭我自己这点天赋和悟性，估计就算练到天荒地老，都练不出什么花头来。陈平安，李大哥，你怎么来了？
我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小镇了，所以赶紧过来送你一样东西，省得到时候匆匆忙忙的话也说不清楚。来，东西你拿好。这是一块桃符。李大哥，无功不受禄，我不能收你的东西。我的弟弟是李宝珍，你知道吧？知道。当初朱露在枕头驿试图行凶，就是受他指使。他当然是错的，而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止了。李宝珍从小就不是个愿意认错的人，但没办法，我是他大哥，就由我来替他弥补吧。你放心，就事论事，这块桃符只跟刺杀一事有关。之后我离开小镇，你自己要小心李宝珍。如果是你稳稳地占据上风，那我恳请你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一次就行。当然，若是势均力敌、你死我亡的险峻形势，你不用手下留情，万事以自保为上。可以。既然如此，你就安心收下桃符吧。李大哥，你不用送我东西，而且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再说了，让李大哥赶了这么远的路专程送来的东西，肯定很珍贵，我不能收。陈平安，我们俩能否单独聊聊？当然可以，我们去竹楼2楼吧。好，崔次，你就留在楼下等我吧。是，先生。联军、如初，你们2个也在楼下好好招待客人，我与李大哥有话要说。雷，你就放心吧。李大哥，这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陈平安，你知道小镇福禄街和桃叶巷的寓意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边住的都是有钱人。你把桃叶巷和福禄街2个首字连起来读一下。桃符？所以说这块桃符和这2条街有关。没错，桃符是小镇那一桩很大的机缘，比起那5行之龙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古怪的梦，模模糊糊的看到了很多的人和事，但醒来之后却都忘记了，好像是跟谁下了一盘棋，唯一记住的就是桃符的内幕了，其中的曲折玄之又玄，无法细说。我本来是想将这块桃符悬挂在竹楼的门上，可以让万邪必退，万法不侵，而且长久悬挂此物还能够催生出种种奇异的草木之精。陈平安，你真不要吗？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这桃符既然这么好，李大哥还是自己留着吧。你不是要出远门吗？我可是刚从外面回来，一路上千奇百怪，凶险万分，所以李大哥肯定需要这种厉害的法器帮身。你看过我与曹军一战之后，还觉得我缺法器吗？多多益善嘛。你当真不要？不要的。挂在竹楼的门上很搭哦，挂在这2楼的走廊上也很搭哦。李大哥，你这个样子真不愧是宝瓶的大哥。不行不行，我实在是良心难安，绝不能就这么离开。陈平安，我多嘴说一句，你以后跟人相处，千万不要以自己的行为准则来要求所有人。比如你觉得拒绝收下桃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你在为我李希胜考虑，所以问心无愧，对不对？这想法很对，但你要知道，一样米养百样人，你自己心安之后也要多想一步，尽量让身边的人也变得跟你一样心安理得。好像是有点强人所难，你也别多想了，如果换成别人，我根本就不会开这个口，但你陈平安不一样，我觉得你很好，而且还可以变得更好，有时候你甚至会让身边的人觉得自惭形秽。我有这么好吗？当然，我李希胜的眼光绝不会错的。李希胜收起桃符，开怀大笑。他走到2楼的栏杆边，对着楼下的书童崔四招手：“崔四，把行囊拿上来，我现在要用。”好嘞，先生，我马上来。崔四赶紧跑上楼，动作娴熟地摘下了背后的包袱，拿出里面装着的整套笔墨纸砚。李希胜拿起一支小巧的朱红色毛笔，陈平安好奇地凑近一看，见那笔管上还刻着8个蝇头小字，念作风雪小锥，下笔有神。李大哥，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啊？风雪小锥是这支笔的名字，
至于下笔有神嘛，我们读书人有种说法，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与你们练拳的那句神不到，拳不妙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说的就是一个勤字，熟能生巧，巧出玄妙，循序渐进，便能通晓一法，一法通则万法通，最后万法皆成。我记住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既然你不收下桃符，那我总得拿出一点看家本领出来。我李希胜读书尚未读出什么大学问，但是自认还算精于篆刻和画符。今天我就以这竹楼上的竹片为纸，来教你画符。放心，我写过之后，这些文字都会自行消失，所以不会破坏竹楼的整体美观。但是将来可能会显露一些景象，到时你无需奇怪便是。好，今天我主要还是教你画符，你什么时候觉得抓住点意思了，我才停笔，你不用着急，慢慢体会就行。我比较笨啊，李大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与人为善是笨，勤勉坚韧是笨，那就说明我们这个世道是有问题的。陈平安，我希望你继续坚持这种笨。李大哥，你快别夸我了。好，那我就开始教了。所谓画符，向来是以道家为尊，不过我们不必太过拘泥于道统派系，毕竟这世间的真理都逃不过一个画符朽为神奇。画符需要符纸，符纸可以是世间万物，但目前你还是需要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在纸上画符。回头我会送你一大摞品相不错的符纸，以及一部入门的符箓图谱。你暂时不用担心购买符纸的开销，但是用完之后你就需要自己忧心费用了。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修行的难度其中就包括钱财的消耗。剑修锤炼飞剑，符师损耗符纸，必不可少。没关系，这些事情上我不会心疼钱的。大概还是会有一点。李希胜轻轻挪步，对着竹楼的墙壁，一手负后，一手执笔，终于寻到了一处适合落笔的地方。陈平安，看好了，先将一点真气灌注笔尖，然后一气呵成，字可断，神意不可断，必须遥遥呼应，就像在两座大山之间互相高喊，必有回响。说是画符，其实李希胜更像是在认真写字。他的字体中正平和，有点行似陆沉写在那几张药方上的字，但没有那么寡淡无味。李希胜写的内容也很丰富，包括各种诗句、圣贤教诲、道家经典等等。他酣畅淋漓地挥动毛笔，有时会踮起脚尖写在高处，有时又会弯下腰写在低处。在陈平安没说懂了之前，李希胜就一直孜孜不倦、不厌其烦地写着。墙壁上的每个字很快就消散了，但意味长存，绵绵不绝。此时陈灵君和陈如初两个小家伙也悄悄溜了上来，他们看着李希胜写的字，露出了不解的神情。他写的啥呀？看得懂字，但是看不明白意思。哦，也正常，你笨嘛。你们两个小声点，不许打扰我先生写字。这是我家，你小子再唧唧歪歪，小心我让你卷铺盖滚蛋。你有眼不识金镶玉，白瞎了先生的苦心。你管我家老爷才有资格教训我这些。李希胜没有理会身后的吵闹，他和陈平安就这样一个写一个看，直到天色全暗。李希胜写满了竹楼2层的整片墙壁，方才停下笔。如何？有一点头绪吗？没有。没关系，我们去楼下继续。好，如初，你去拿蜡烛来，帮李大哥照一下。好的，老爷。于是一行人来到竹楼1层，陈如初拿了好几根蜡烛过来，分给陈灵君、崔次。3个孩子举着火光，颇有些秉烛照字的意思。时间缓缓流逝，当李希胜写到焚符破喜4字的时候，陈平安突然脱口而出：不对。哪里不对？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4个字和之前的字不同。
不难为你了，能看出不对，说明你已经入门了。唉，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陈平安，这只风雪小锥就送给你了，我相信你不会辱没它的。可是李大哥，我做不成炼气师的，画符需要灵气支撑，可我的长生桥已断，没办法修炼灵气，如何写出一张灵符啊？没关系，我之后送你的那部符箓图谱里，虽说灵符种类繁多，但品质都不会太高。很多符箓对灵气的要求也不高，相反会对气符有一定的要求。你就把画符当作是一场剑走偏锋的武道修行就行了。古人的真气与炼气师的运气根本截然相反，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稳的凝气写完一张符箓，否则哪怕只差一点，依然无法成为符箓。但只要你肯坚持，久而久之，水滴石穿，一定可以成功。另外，画符在无形中也能帮你淬炼体魄，砥砺鬼神，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我明白了，多谢李大哥，这只风雪小锥我会好好使用的。好，暮色已深，我得回去了。今日一别后，也不知道何时才能……不说那些丧气话，其实我本身就很想去外面看看，现在不过是提前了一些，也无碍。李大哥，我送你到山脚吧。不用了，陈平安，保重。好，李大哥，您也要多多保重。看着李希胜与书童崔次消失在夜色之中，竹楼外的陈平安怅然若失。陈灵君一点都不会看眼色，还在旁边笑嘻嘻的。呵呵，老爷，这家伙真的不错，道法高，人品好，讲义气，我喜欢，有资格成为我的兄弟。你愿意，人家可不一定愿意。天底下还有人不愿意成为我的兄弟，他傻不傻？人家傻不傻我不知道，你傻不傻我是知道的。老爷，我当然聪明绝顶。傻妞，你笑什么笑？不服气我们单挑。我才不和你单挑，我又不傻。月光朦胧，李希胜带着崔次缓缓下山，走出落魄山的地界后，他寻了一处小溪，居水洗脸，令自己的神智得到了恢复。毕竟聚精会神地写了这么久的字，也是十分耗费心力的。等到李希胜抬起头，却看到小溪对面站着一位老人，正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对方正是杨家药铺的杨老头。李希胜见过杨老先生。不必对我行礼，我这会儿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给陈平安算一卦，可否？当然没问题。事后我自有回报。杨老先生请稍等，我先将3枚铜钱抛于地面，方可查看卦象。这幅卦象的意思是大道直行，有山开山，有水过水，宜速速远游，利在南方。好，我信得过你。杨老头瞥了一眼李希胜悬挂在腰间的桃符，眼中透出复杂的神色。下一刻，他的身影忽然间烟消云散。原来来到此地的并不是杨老头本人，只是一缕紫色的烟雾。李希胜虽然心有疑惑，却没有出声询问，而是带着崔次继续赶路。先生，如果你要远游，能不能带上我呀？可以啊。啊，真的吗？本以为让先生答应此事会比登天还难，怎得如此容易？你想要跟随我，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先生，我想知道我从何处而来。那可不容易，不妨先想清楚往何处去吧。我还能去哪里？只管跟着先生就行了。先生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李希胜笑而不语，但明显心中畅快。他就如同那个去往山崖书院求学的红棉袄小女孩一样，迈着轻快步子朝着山下走去。然而不论陈平安还是李希胜都不知道，
不过短短一夜时间，落魄山竟是被压得缓缓塌陷了1尺有余。在附近的山头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魏博叹了口气，他看着山路中脚步轻快的李希胜，感慨了一声：原来世间真正的文字是这般沉重的，厉害啊，真是厉害，连我都有些好奇，李希胜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难道那颗长在陈氏祖坟上的楷书当真与你无关？那你又能是谁呢？昼夜交替之际，魏博情不自禁地再次望向落魄山上的竹楼，只见那里金光熠熠，灵气充沛，日月交辉，相得益彰。这个正月里，小镇里还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龙泉由县升级为郡，原本小镇所在的地方改名成了相对普通的怀黄县。因为吴渊跟着升为了郡守，于是怀黄县的县令就变成了一位姓袁的年轻官员。至于小镇的窑务督造官，依然是那个与吴渊不太对付的曹季。不过这日的拂晓时分，不管是郡守吴渊，还是原县令曹督造，乃至小镇4姓10族中每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全都聚集在了怀黄县东边的一个小小驿站外，似乎在迎接某位大人物的到来。不多时，一辆马车缓缓而至，停下后，头顶高冠的老人掀起车帘走下马车。此人正是大黎的国师崔禅。他眯起眼睛环顾四周，顿时让所有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窒息之感。人们立刻作揖行礼，然而等他们缓缓直起身后，突然发现崔禅的身后还跟着走出了一名宫女装束的美丽少女。不少人都认出她便是那个自幼生活在泥坪巷中宋吉新家的婢女智归。崔禅没有理会在外迎接的众人，而是带着智归径直走进了驿站的房间中。他在桌边坐下，让驿丞拿来3坛好酒，自顾自地打开酒封，同时示意智归坐下。智归啊，你不用太过拘谨，这趟出行我只是给你保驾护航而已。毕竟你这颗真龙魂魄凝聚而成的珠子才是小镇的主人呐。哼，国师大人言重了。哦，对了，你跟擎天剑说了在小镇的全部所见所闻，那些内容记录在案，每个字我都仔细看过了。哎，你还有没有不曾说过的小故事？鸡毛蒜皮都行，比如曹溪、谢石2个人，他们年少的时候身边有没有差不多有趣的同龄人？比如说谁遭殃了却大难不死，谁又从小就特别被孤立啊？没有。哈哈，没有就没有吧。喝酒，喝酒。大娘的，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啊！当年吓得老子半死的家伙，原来是这么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啊！头也向谢石感谢姑娘的2次救命之恩。不用谢。当初我站在铁索井的口子上往下边撒尿，结果才半泡尿下去，那铁索就开始哗啦啦的作响，井水一下子漫到我的脚边，吓得我尿也不敢撒完，裤子也不敢踢，连滚带爬的就跑了。
那情景可是名副其实的屁滚尿流啊！我朝夕这辈子落出的糗事很多很多，但这一件肯定可以跻身前3甲。要不是你逃得快，我定要让你喝井水喝到撑破肚子。后边整整1个月，我都站在离铁索井2丈远的地方，使劲往里头扔石头，有没有砸得过你呀？1次总该有吧？天生坏种，我真是后悔没把你淹死在溪里。唉，我小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顽皮。小孩子嘛，和同龄人下水游泳的时候总喜欢放屁，没办法，我打小就喜欢看那个一个个的水泡从我背后浮出水面。不过往铁索井撒尿那次，我是真的给吓得魂飞魄散，害得家里的长辈还请人来给我招魂，丢死个人。那些人一边敲锣打鼓，一边从泥坪巷走到铁索井，喊一声潮汐，我就得答应一声。你是不知道，那时候我在学书，给同窗笑话了好几年。唉，我那些同窗啊，如今地底下的骨头都烂没了吧？不过他们的名字我都还记得。你这人真的很烦，小时候如此，老了更过分。不过我很好奇，曹溪、谢石，你们到底谁当上了真君，谁成了剑仙？谢石啊，他是巨芦州真君，马上就要成为道家的天君了。好几个王朝的五岳山峰上都有他那一脉宗门府邸，整个巨芦州的道教派系就属他一家独大，其余的都是不成气候的旁门左道。那些所谓的掌门真人，一国真君，连给咱们的谢真君提鞋都不配。闭嘴！好，不说就不说，谁让我只是一介的野修，惹不起呀！闲话休提，还是说正事吧。国师大人，那件被大李打碎的瓷器，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我这次来是专门跟你们大李讨要3个人。稍等，什么叫既往不咎？陈平安本命瓷破碎一事，虽然是我大理窑务督造衙署的失责在先，但首先买瓷人当初早就确认过了，陈平安的资质属于中下，并无特殊之处啊。其次呢，本命瓷被人打破，我大理当时该追责的追责，该赔偿的赔偿，买瓷人同样点头认可了，赔偿也痛快收下了。谢师，你所谓的既往不咎，根本就站不住脚啊！买瓷人当然没有资格胡搅蛮缠，但买瓷人身后的势力就有资格跟你们大理不讲道理了。这话倒没说错，世事多无奈呀。所以谢真君若是大理不答应给你们那3人，你又要如何？大理南下已成定局，如果你们不答应，就要担心后院起火的情况了。哟，听着谢石的意思是，若是大理不答应交出那3个人，巨芦州的修士就会趁着大理南下征伐的时候，公然跨海侵扰大理北方的国境。看来巨芦州的大人物们对那3个人应该是势在必得，否则谢石也不会如此咄逼人。好吧，你想要带走哪3个人呢？贺小良、马苦玄、李希胜，这个顺序就是重要程度的排名。你们大理能交出几个人，就可以拿到不同的回报。回报是雷霆震怒才对吧？
随国师怎么想，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李奇胜是大理龙泉一人士，原本他们李家的老祖宗在离珠洞天的禁制消散后，已经成功跻身第10境，为家族挣得2个官身，其中李宝珍选择接受，很快就成为了大理京城中的一名清流官员，而李希胜却拒绝了，他应该是最好商量的那一个。至于马苦玄，他已经成为了真武山的弟子，短短的1年时间内名声鹊起，传说他杀性极大，天赋极高，一日千里，想要带他走，恐怕得过真武山这关。而贺小良更是神告松的得意门生，天资惊人，福缘也是好的吓人呐。我大理根本得罪不起呀！一旦神告宗和真武山振臂一呼，大理就需要面对宝平州半数兵家修士，以及大半道士的敌意。这笔买卖怎么看都是亏的，所以应该是没得谈了。哎呀，估计回去大理京城之后，白玉京补天飞剑一事，需要做出最坏的打算喽。国师不必考虑这么久，只要你们答应此事，我就会带着人去观湖书院附近的避暑山，帮你们震慑书院以及整个南方势力。放心，这是巨芦州几位顶尖修士的承诺，也包括我谢石在内。这就有点意思了。如果谢石真的带人死守避暑山，那么这么一断，就会让尚未与大黎开战的大隋先直接被砍掉半条命，甚至可以说东保平州的半壁江山落入大黎宋氏之手的可能性瞬间提升了大半。诱惑力不小啊，国师，你这是要如何考虑呢？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赌局啊，还真是有些出乎意料。那我必须跟我们陛下打声招呼才行。情理之中，我可以的，但最多半个月的时间，你们大黎皇帝必须给我答复。好，你们如果不答应此事，南下侵袭大黎一事，我谢石不会参与。但若是答应，我就会收取2到3名大黎出身的嫡传弟子，重点栽培，绝不含糊。你们应该清楚，我很快就会由真君晋升为天君，以我的年龄，在所有9州的道家天君里还算年轻。说句不要脸的话，那是真的大道可期。而且我可以保证，在开宗立派的1000年岁月当中，只会收3名嫡传弟子。那这位智龟姑娘曾经救了你2次性命，她会被算在这3人当中吗？不算，但只要她愿意，我可以破例给她一个嫡传弟子的名额。几人商量这些话的时候，智龟却是神游天外，心不在焉。他有些着急，想早点回到倪萍巷宋家的宅院里看一眼。也不知道那一笼毛茸茸的鸡崽饿死了没有。若是已经饿死，那我也要亲眼看到他们的尸体才死心。但若是还活着，哼，那这次我一定要亲手捏死他们。被我饲养出来的小东西，将来若是死在野猫野狗的嘴里，多不像话呀！你家孩子取名字了没得？干什么呀？一边去！你家孩子取名字了没得？哎，你有病吧你！大过年的，晦气！你家孩子取名字了没得？怎么，我家孩子没取名，你要如何？太好了，太好了！我来取名吧。这次啊，我一定要取一个好名字。你还取过不好的名字呀？嘘，我家的那个孙儿的名字
就气得不好，连自己都嫌弃，说不喜欢山，就把那个山字旁的蚕字去了，一直说自己叫摧残。果然是个老疯子，滚吧！自称是摧残爷爷的老人被人一脚踹在腹部，跌了出去。他挨了无数白眼和谩骂，浑浑噩噩地走出城镇，来到郊外一座废弃已久的古庙，倒在一堆茅草上呼呼大睡。半夜时分，大雨滂沱，一名手托铁钵的僧人推门进入了庙宇之中，见到熟睡的疯癫老者，僧人也不吃惊，只是坐在角落里，拿出木鱼打坐念佛。每次雷声响起，熟睡中的老人都会惊得大颤一下，似乎是做了什么噩梦，嘴里还不断地重复呢喃：是爷爷去名字不好，是爷爷害了你，是爷爷害了你啊！是啊，蝉蝉，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读书种子，只可惜信了吹，你是不信，遇上我这么个爷爷更是不信，不该这样，不该这样的啊！唉，有情皆苦，众生皆苦啊！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你清醒过来了吗？真是恍如隔世啊！自我发疯以后，偶尔会有清醒的时候，只是每况愈下。这回我尚能记得自己叫做摧残，要去找我那个生儿摧残，要在清醒的情况下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就是不知道下一次醒来还能不能想起。若是找不到他，我这辈子死不瞑目。唉，你如何都放不下这执念吗？就算你见到了他，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呢？如何放得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放不下你，这辈子都放不下你。既然放不下，那就先拿起来。如何拿？去大理。对，我那个孙儿就在大理。不，你孙儿在大隋，但是你孙儿的先生在大理龙泉郡。不，我不要见文生。你这个秃驴突然出现，是不是有所图谋？若是想害我，直接打死我便是。但你若是想害我孙儿，我便要一拳打死你。就是你家府主来了，我也一样出拳。名为崔成的老人站起身来，气势之刚猛雄壮，如同下山虎过江龙，竟然不输那曾经出现在离珠洞天当中的宋长敬。僧人神色平静，低头凝视着手中铁钵，钵中清水微微荡漾。佛观一钵水，84000重。秃驴，我要跟老夫打疾风！你家孙儿的先生已经不是文生了，而是那生在龙泉郡倪平巷中的孤儿陈平安。贫僧觉得你可以与你孙儿的先生讲一讲道理。你这和尚所谋甚大，老夫不会答应你的。唉，都是无根之草罢了。僧人就这么起身，缓缓走入了庙外的风雨之中。崔成忽然盘腿而坐，用手指在手心刻下大理龙泉县这5个血肉模糊的字。去往此地，我必须去往此地，找到那个陈平安。老爷，如果这趟回泥巷的路上还碰上那些个凶神恶煞的神仙，我就再也不下山了。
到时候你可不许怪我不讲义气啊！不会的，有阮师傅在，没人敢对你动手的。那可说不准啊，比如上次那个曹俊，阮圣人就没阻止他呀。我现在看这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藏龙卧虎，比如今天这个老爷爷，说不定就是某个家族上武境的老祖宗；比如那个流鼻涕的小孩，说不定就是什么山魈鬼魅变化而来。再比如前面那个提着水桶的女人，她可能……天哪，那女人身上的气息好恐怖啊，好像是蒸笼。那不是志龟吗？他怎么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志龟，老爷别叫他！老爷，我怕那个姐姐，比怕死还怕。对了，志龟是真龙龙珠，这两个小家伙也是蛟龙之属，同类相见，自然会畏惧强者。这样吧，你们两个直接去祁龙巷那边的压岁铺子里待着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们。两个小家伙如蒙大赦，飞也似的逃开了。兴许是听到了动静，提着水桶的志龟回过头来，笑着看向陈平安，却没有说话。陈平安独自走了过去，自然而然地帮他拿起水桶，一起走入了泥坪下。那两个小家伙是你新收的书童和丫鬟吗？你看我像是做老爷的人吗？他们喊着玩的。哦，到了，就放这儿吧，谢了。宋吉新没有回来吗？没有，少爷在京城日理万机，忙得很，没工夫衣锦还乡。那我回去了。哎，等等，陈平安，我问你，我家养的那笼母鸡和鸡仔呢？怎么不见了？啊？我不知道啊。行吧，走了。这志龟也真是怪，既然那么关心那群鸡仔，当初就带着走呗。陈平安本打算回祖宅看看再走，可这一看，竟发现了不对劲。他贴在门上的那张福字，居然不见了。我贴在门上的福字去哪儿了？难不成志龟？志龟，你给我出来！是不是你把我家的福字给偷走了？啊，我不知道啊。胡说八道，我都看见了，你礼物上的那个福字就是我家的，快还给我。那你还动了我留在灶房里的木人呢，我都没说你什么。啊？我就是看了一下。齐先生的学署那边你贴过春联了吗？贴了，春联和福字都没落下。那就好。你扯这么远干什么？你到底还不还给我？不还呀。算了，懒得跟他纠缠这些，我家里还剩下一个福字，在贴门上就是了。陈平安气呼呼跑回屋子，拿出了余下的一个福字，还有浆糊和梯子，重新在门上张贴道符。志龟站在隔壁的院子里，越过低矮的院墙，远远看着陈平安，大声提醒了一句：哎，陈平安，你贴歪了。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这种事情我骗你做什么呀？陈平安，你真是不知好歹，知不知道福字贴歪了不吉利啊？没歪呀。真的歪了，你肉眼凡胎的，眼力再好也不如我呀。哎，我真的没骗你。陈平安没有再理会志龟，走进屋子，啪的一声重重关上了房门。约莫一炷香后，少年蹑手蹑脚地打开门，悄无声息地走出来，死死盯着那张福字。不管怎么看都没歪啊。真歪了。你怎么还盯着我家？我想干嘛就干嘛，你管着吗你？陈平安觉得有些憋屈，他端了一条板凳过来，坐在门口晒太阳。不一会儿便开始神游万里，思考起最近发生的事情。志龟瞧了他半天没什么动静，觉得无聊，便回屋睡觉去了。我买下的5座山头，其中宝鹿山、彩云峰和仙草山都依照约定租给了阮师傅。珍珠山太小了，
暂时还不知道如何打造，就先这么放着吧。落魄山倒已经有些仙家宝地的样子了。唉，也不知道阮师傅的剑铸得如何了。到时候宁姑娘就会有一把趁手的佩剑，而我也有一把怀木剑。要不我给这2把剑起名字吧？我想了想，以后我和宁姑娘肯定是用这2把剑来降妖除魔的，不如一把就叫降妖，一把叫除魔吧，多登对啊。至于我体内那枚剑胚，虽说文圣老爷最开始叫他小丰都，但这名字也太不好记了，不如我给他改个名吧。叫什么好呢？对了，就叫初一或者早上吧，毕竟他是在正月初一的早上第一次以飞剑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剑胚怎么突然间闹起来了？你还嫌弃名字不好听吗？陈平安尚未完成自己的取名大业，突然感到那把沉寂已久的剑胚又开始在他的体内兴风作浪，似乎真的对这个名字有所不满。陈平安深吸一口气，来得及去无目，只好操纵体内的气机，对剑胚展开迅猛的压制。一人一剑僵持不下，陈平安苦不堪言。在外人的眼中，陈平安坐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像是在打瞌睡。然而同在泥坪巷的曹氏祖宅里，剑修曹俊却感觉到陈平安的神魂剧烈震荡，仿佛滔滔江水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那只碎嘴火狐狸站在曹俊肩头，也在凝神感知陈平安的情况。陈平安那块剑胚虽然来历不明，但品质确实很高，便是我都要眼馋。哎，你真的就此放弃了吗？这可不像你曹俊的风格哎。不抢了，老曹说的对，近期一静不移动，谁知道那阮圣人在想什么呀？万一他直接一拳打死我了，一切白搭。那也可以搏一搏嘛。哎，说起来，你曹俊也曾经是南婆娑州百年难遇的剑仙胚子，却因为一场变故被人硬生生的打烂了心湖，导致剑气枯尽，修为也在第9境止步不前。如今你不剑走偏锋，怎么成大事呢？我不会去的，你不要再劝了。哎呀，可怜的曹俊啊，剑道根基崩碎不说，现在连跟老天爷掰手腕的心气儿都没有了。咦，陈平安这家伙心性很不错哎，不过这么一点时间，竟然真的找到了应对剑胚的法门了。这陈平安的身体破败，缝缝补补，能走到这一步殊为不易。但要说能降服那块剑胚，还不够。曹俊，你得好好看着，这小子今日的经历，说不定能成为你修行路上的一点启发。好。一人一壶悄然观摩着陈平安与剑胚在体内角斗的凶险气象。片刻后，火红狐狸直起身子，2只前爪互相拍打，一脸的幸灾乐祸。哎呦，惨，要输了！陈平安虽说心智坚定，但剑胚的精气神实在太过鼎盛，看那气势汹汹的样子，他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未必。哎，他的体内居然有3座好深的气符，难不成还是个不错的剑修胚子？不对，这气符好像是后天开凿出来的，但却浑然天成，难怪会让我看走了眼。究竟是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手笔？哎呀，这座破碎的离珠洞天里可真是藏龙卧虎呀。曹俊，你还是乖乖听曹溪那个老王，最近行事不要太过嚣张了。是要夹着尾巴走的。
一样不熟的小，我好心提醒你，怎么还骂人呢？哎，刚才那把剑胚还占据着上风，没想到却突然鸣金收兵，在陈平安的气府内安静了下来。看来这场斗法已经结束了呀。没意思，当真没意思。那就说点有意思的吧。听说你有个妹妹，名叫青樱，跟你都是狐族老祖之一，有希望生出第9条尾巴。老曹垂涎她的美貌很多年，她真的很漂亮吗？好看个屁！长得一张死人脸，从小就不爱笑，还眼高于顶，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福气。就曹曦那种娶了38房妻妾的眼光，才会觉得美若天仙。听说青樱在那座3个字的雄镇楼附近徘徊了100年，难道是希望成为那个家伙的侍妾？你说白老爷吗？哎呦，笑死我了！白老爷作为存世最久的大妖之王，什么雌的母的没看到过，会看上青樱那只稀松平常的小狐狸？哼，那3教圣人待白老爷不公，明明是白老爷帮着。我俩找死，还不闭嘴！随着一声暴喝传来，剑仙曹曦突然出现在两人身边，手中一道凌厉的剑锋猛地劈向那失言的火红狐狸，将他炸了个粉碎。你方才一共说了20个字，我便发出20道剑气，乖乖挨罚。是。接下来火红狐狸的身形不停炸碎，又自行恢复。等挨过这20道剑气之后，他已经晕厥在地，失去了知觉。曹曦犹觉得不解恨，还在骂骂咧咧：“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啊，想早死就往阮琼的剑炉里跳，他还能念你一点好，别在这儿瞎嚷嚷。连累我曹氏跟你一起陪葬，这天大地大，3位教主可以不计较他做下的弟子门生了啊！不说其他的，只说道玄山的主人脾气如何，你不知道啊？还在这信口雌黄。差不多可以了，没有他就没有你曹曦的今天。坏人恶人都可以做，但总得讲一点良心吧。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滚！曹俊不再说话，弯腰抱起火红狐狸，脸色漠然地转身离去。另一边，陈平安压制住体内的剑胚后，又练习了一会儿站桩，终于恢复了力气。他走出泥坪巷，来到了骑龙巷的压岁铺子。铺子外的门槛上，陈灵君正呆坐着，长吁短叹。见到陈平安后，他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老爷，你终于来了呀！”如初呢？他在里面打算盘呢，噼里啪啦的太吵了，我出来躲躲清静。知道了，你给我进来。老爷，我在帮铺子算账，很快就好了。你算你的，我来写一份过年送给街坊邻居的礼物清单。为什么要送礼物？我在去龙窑拉坯之前，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比如我经常去顾粲家蹭饭，也经常会收到其他邻居送给我的旧衣服，这些都是救命的恩情。当时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我活着，每年都会挨家挨户的送些小礼物过去。那老爷你现在有钱了，为啥不一口气多送点银子啊？这样就能把之前的恩情还清，还能让邻居反过来对你感恩呢。其实在小镇这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准备的都是些能吃能穿的实用物件，送给富贵的人家叫做锦上添花，送给困难的门户就叫做雪中送炭，都是好事啊。老爷你想得真周到。礼单写好了，如初你先收着，我不用着急购置这些物品，慢慢来，正月里都可以送的。老爷，我会好好保管的。陈如初收下礼单，继续忙着处理铺子中的事务。这时，一个背着行囊的俊秀书童走进了铺子里，正是李希胜的书童崔次。我记得你叫崔四是吧？有什么事儿吗？
我家先生走不开，就托我把这一摞符纸，还有这本符箓图谱送给你，你可要好好收藏，别不当一回事儿。你家先生跟我家老爷平辈论教，你一个小书童，又没赏赐给我家老爷什么天大的恩赐，嚣张个什么劲儿？给我放尊重点儿！你，崔次，你跟你家先生说一声，东西我收下了，会好好练习画符的。行，我会转告的，先走了。